是哪儿？我不是已经死了吗？刚打完3份工回来，我真的有点累。荣基桥，你又在闹什么？段燕，不对，段燕怎么会这么年轻？我重生了，回到了我们还没分手的时候。记得我和段燕是在医院认识的吧？她受伤了，那时候我是值班护士，送她来的人衣着不凡，我还以为她是富二代，所以我悉心照料，还垫付了医药费。我就是个工地搬砖的，可钱已经垫了，总得让她还。她长得好看，带出去有面子，先留着吧。她白天翻砖，晚上送外卖，还抽空接我上下班。我享受这些，心安理得。我喜欢他这张脸，给我长面子，满意他任劳任怨当牛做马。出来京城，我不想住阳光都照不到的筒子楼城中村，于是段燕咬咬牙租了这套1个月1万的小区合租房，光是房租就够压垮才来京城的段燕了。直到某天真相大白，当年送他去医院的根本不是我垫付的医药费也压根没有10几万，只有5000。真正的救命恩人是一个善良的富家千金。段燕身份揭露，回京城当了太子爷，就和这位富家千金结婚了，而我被扔回小县城，自生自灭。可我已经被他养废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我不断作妖，跑去京城纠缠段燕。前世他回到段家之后，连工地上给过他一点帮助的工友都跟着鸡犬升天。可我骗了他，我冒充了他的救命恩人。前世我就是因为这个，被他真正的救命恩人那个富家千金的追随者，活生生摁着脑袋落水身亡的。别玩了，我刚回来，太累了。玩什么玩？房间里没开灯，我差点被你吓到了。看什么看？一身臭汗味，熏死个人了！赶紧滚去洗澡。以前我就是这么对他的。我活过来了，就算现在重来一次，我真的能掌握住自己的命运吗？快睡吧。我的确是爱慕虚荣，不甘心就这么被段燕踹了。我嫉妒他的妻子，后悔当时骗了他。世界上这么多恶人都活得好好的，我是比7男8女的有钱人可恶，还是比人贩还罪无可恕？为什么该死的是我？我是真重生了，哪怕是以后抓不住段燕，但也不能再得罪他了。上一世，段燕知道真相后，并没有动我，甚至给了我一笔钱让我离开。那这一世，要是从现在开始对段燕好呢，应该能拿更多钱吧？拿到了钱就跑路，还有半年时间讨好他。不仅是穷，是负债累累。开门！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房租，姐，您看少跟我套近乎。这8000块钱1月的房子，不是给你们这些外地人白住的。你都拖了4个月的房租了，今儿要是见不到钱，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1000，不卖我就去下家。嗯。小段啊，你那女朋友又惹祸了。中午房东大姐在门口闹得可凶了，说你们欠了4个月房租不给。我看你天天累死累活的，钱都上哪儿去了？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今晚要加班吗？去哪儿了？没去哪儿，就随便在外面逛了逛，买了饭回来吃。平时呢？你每天出门都去做什么？我之前平时就在各种灯红酒绿的场合试图偶遇富二代，这些事哪能说出口？找工作？哪有找工作涂脂抹粉的？每次回来还带着高档场所才有的香薰味。我只是看在救命之恩的份上，一直装傻罢了。他什么都猜到了，
猜到我根本没在找工作，猜到我在外面游手好闲挥霍光阴，我都不知道。段燕猜出我在外面找接盘侠的事情没有？我没有催你出去工作的意思，你要是不想出去，就不出去。但邻居说你4个月没有交房租了，我每个月起码给你12000，你都拿钱去做了什么？对不起，段燕，真的对不起，是我不好。我来京城这5个月，才发现这里的东西都好贵，太贵了，生活质量甚至还不如我们在小城市。我试着去找过工作，但要么太累了，要么工资太低，所以我才想着去那种地方。我一直知道荣吉乔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设想过无数种可能，可我没想过他会和自己说实话。你怎么也给我转房租了？我给你退回去了。你女朋友下午已经把房租都给我了。你们两口子怎么回事？一下子拖4个月，一下子又给双倍。你说你们年轻人有钱不早点给，非得拖到我上门才给。不好意思，让您跑一趟。我知道荣吉乔有多宝贝那些东西，他以前每天出门前都要在镜子前摆弄半天，挑项链配耳环，涂口红描眉毛，恨不得把自己打扮成橱窗里的模特。他总说女人就得对自己好一点，可现在他把那些东西都卖了。我只是怕你在外面被人骗了钱。你哭什么？我又没骂你。我陪你吃完饭再出去。你不是要上班吗？晚1个小时没事。你吃外卖吧，我随便煮个面。我本来是买来给你当夜宵的，想着你晚上回来饿。你下午去哪儿买的？二手奢侈品店。卖了多少33000，他们压价压得很。我知道荣吉乔有多宝贝那些东西，都是他以前存了好几个月的钱买的。他那时候还在老家上班，1个月工资3000多，攒了大半年才买了一条项链。这些东西他不知道攒了多少年，现在33000就全卖了。以前这么精致爱钱的女孩子，跟了我之后，好像生活质量越来越差。以后想买，以后我不会买这些了。在京城生活太费钱了，我不能像在老家一样。有多的钱你就买吧，别去那种地方找工作。实在不想出去工作，在家里待着也行。下个月物业公司说给我升保安队长，工资多2000，应该够你花的了。我去上班了。你慢点，路上注意安全。早点睡。但今天骗他自己去那种地方是工作，万一败露了更完蛋。可没办法，一个谎话只能由另一个谎话来圆。要是聪明，就不会只是个小县城中专妹了，早就上清华北大了。以前觉得这些事儿都是段燕的活，只管貌美如花就行。可现在不敢了。怎么了？哪儿来的？买的。现在是要攒钱的日子，不用我们买这些。难怪他喜欢这些东西，他本来就适合带这种东西。没多贵。对了，我已经跟房东说了，下个月就搬走。我看了一套房子，城中村那边，4000块1个月，那房子也挺好的，虽然没这边新，但够住了。不用搬，这里挺好的。啊，可以不用这么好，能省钱。不用省钱，能养活你。王哥，今天方便看房吗？城中村附近。方便方便，您几点过来？我在那边等您。嘿，荣小姐，这边这边。就这间，您再看看。前世我也是住这样的地方，没钱想找工作，可简历投出去就石沉大海。餐厅要我去洗碗，我觉得丢人没趣，钱越来越少，
后面我跑去京城找段燕，可他……我已经给过你钱了，别再来了。于是实在没有办法去找段燕的老婆讹一笔，结果人家的面都没见着，还惹来了杀身之祸。这房子性价比高，独立卫生间，还带厨房，您一个人住绝对够了。荣小姐，您觉得怎么样？我再考虑考虑。吃饭了吗？吃了，你呢？吃过了。帮我们租这套房的中介和我说带你去看房了，你还是想换房吗？就随便看看。怎么没租？就觉得不太合适。哪儿不合适？就不太合适。是不是家具老旧？厨房即使是打扫过，油污还是能刮下2斤？还是窗户对着墙，阳光照不进来？或者全是不提民居，环境又臭又杂？你怎么知道？中介也发了几套城中村的房子给我看，是不是太破了，住不惯？我没有。那为什么不租？就是住不惯那种地方。我明天再去看看，看看有没有稍微好一点的。你笑什么啊？你说要省钱，结果自己先受不了。我也没想到那么破。别动，别动。我和他不是没相处过，他在这方面一向状态很好，算是前世的时间。我们已经分手太久了，如果段燕要做，我一时间还真进不了状态，因为我脑子里印象最深的还是段燕知道真相以后那张带着嘲讽意味的冷淡的脸。城中村那种地方，外面环境都一样，屋子里刚装修好一点的，大概率都是有害气体超标的房子。别将就，既然跟房东说不续租了，那下个月就去看个好一点的房。好一点的房子，房租更贵。没事儿，不合租了，找个一居室，咱俩住。下个月我升保安队长，工资多2000，够了。可我养得起你，别多想，我去洗漱。等我也找个工作，负担房租应该是没问题，反正也就几个月。等段燕回到段家，我就回小县城吧。算了，这个苦我还是吃不了。谁的消息？没谁，广告。这种口吻一定是之前在那些个场所蹲到的有钱人，但是前世也没有谁给我发过这种消息。说实话，我要求高，我这个长相真要挑有钱人还是能挑到的，但我喜欢年轻又有钱又帅，这3条就已经把大部分人给卡出去了。上辈子我有收到过别人送的包吗？没有吧，我才刚穿越来，所以到底哪儿出问题了，会导致这样的发展偏差？手机给我看看。看什么？是催收短信，我白条欠了1000多没还。想买什么和我说，别用白条这些了。多少？就1500。不用这么多，你还没发工资呢，你还有钱吃饭吗？没事，有钱。你好，我是来面试导诊的。等会儿吧。你就是荣继桥？是的。证件带了吗？你之前在哪儿工作过？我
我是今年刚来京城的，之前在老家的医院当过护士。县城医院啊？我学东西快，能吃苦。行了，下周一来上班，早上8点，别迟到。谢谢院长。段燕这会儿应该在工地兼职，打过去也不方便接，要不然去他工地找他。小段儿，就吃这个。够了。吃点肉，干这活没力气不行。别客气，我老婆做多了。谢了。老板，这个盒饭多少钱？15一份，要哪个？这个还有这个，多打点肉。你吃了吗？我吃过了，你快吃。我找到工作了。什么工作？导诊，在诊所，底薪3500，包中午饭不用夜班，下周一就能上班了。我自己也能赚钱了，你以后别这么省。而且我的钱够用，你别总给我转钱，留点自己吃饭。你是不是想分手？我不是说了我会养你的？我没想分手啊。那是有别人追你吗？没有，我就只是找个工作而已。你怎么想到这些了？不说主动找工作，就是变卖了自己的小玩意儿去填房租的窟窿和不出去乱晃，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这些就够奇怪了。除非是荣技巧瞒着我发生了什么，不然一个人不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有这么大的变化。那你没事找工作干什么？我就是想帮你分担一点，可你明明没钱了，还给我转那么多。只是还没发工资而已。我不需要你帮忙。我就是想上班，不想总在家待着。真的？真的。而且我也不能总花你的钱，我自己也得有点存款。行。他因为我这段时间的好转而软化下来的态度，突然又硬了回去。这个时间发的工资应该是保安的那份工作，他升职了，5500的工资多加了2000，他又一点钱都没留。我也在变好，努力装出一副贤惠体贴的模样。怎么段燕还不太高兴呢？那至少得搞明白段燕不高兴的点到底在哪儿。毕竟等段燕回到段家之前，我到底是死还是被施舍点钱赶回小县城，都在段燕的一念之间。做饭了。你快来吃，趁热。好吃。这个也吃，解腻。兼职的地方缺人，我去帮个忙。好吧，几点回来？不清楚。段燕，怎么了？热水没了，你帮我看看热水器。好。技巧？我脚踝扭了一下，能进来帮我一下吗？哪儿？右脚。我抱你出来，去医院看看。应该没伤到骨头，就是有点痛。那我帮你拿个凳子坐着，我去修一下热水器。你先把沐浴露清一下，出来我帮你上个药。先洗吧。好。要我帮忙吗？我自己来就好了。只是段燕的性情一向冷淡，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看不出来有多大的情绪变动。哪怕是上一世相处了那么久，我依旧看不透他。等他回到段家，两人的身份有云泥之别后，这种感觉更甚。段燕的这种性情，以至于我都没察觉出来。好了吗？明天再看看，要是严重了就去医院。家里还有那个？没有了。上个月不是才买了一盒？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脚有点痛，今天就算了吧。我也没有今天就做的意思。我在你心中这么不当人？季乔姐，你脚怎么了？昨晚上扭了一下。你严重吗？你男朋友没送你去医院？不严重，这不是来上班了吗？你男朋友做什么工作呀？保安。哦，保安啊，挺稳定的。估计是觉得我和段燕都没什么出息。把这些按编号分好，发给各科室。手脚挺利索。我男朋友家里在2环有房，他说等过2年我们就结婚，房子车子都准备好了。这么厉害，是做什么的？干投资的，家里也有点钱。要是我上辈子的性子，估计就憋不住开始和朱小月攀比了。你这腿脚不方便，送你一程吧。你同事啊？
他还和我在一起，只是暂时没找到更好的选择。是啊，人家有男朋友了。我突然想到这个点，2环堵车，季乔，你是不是坐地铁快一点？对哦，你不说我都忘了。那你们先走吧，我自己坐地铁更快。快走吧。有什么好看的？他就是恋爱脑，男朋友是个保安还不离不弃，不然就他这张脸能来这里混日子？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就是看他是你的同事，才想着在一场。醒了，你回来了，给你的多少钱5000，这么贵？发了奖金。算了，这项链要是收了，那就真是把段燕给榨干了。不要了，退回去吧。不喜欢？喜欢。那为什么不要？我都说了，现在没必要买这么贵的东西。不贵，我怕你觉得便宜。我怕便宜会让你觉得我小气。没有啊，我真的觉得太贵了。咱们现在不应该存钱。以前你都是有1分就花1分，现在怎么突然想存？我也是会存钱的，不然当初哪有钱给你交医疗费？如果以后要过日子，没存款不行。确实是这样，以后结婚了要花更多，是吧？心里却在打鼓。我可没贪心到和他结婚那一步，我现在不过是个冒牌货。等段燕找到真救命恩人，我就得滚蛋。买都买了，你拿着吧。下次别买了。看什么？短视频。笑成这样。超好笑的，你要不要看？这女主出轨了，被男主当场抓到，女主以为男主要分手，吓坏了。你看这男的，他真的超爱，是吧？你说这种男的是不是傻？自己没本事留住老婆而已，他有更好的去处，还死缠烂打着不放。的确哦，你不说我都没想到这个角度。季小姐来啦。你脚好点没？好多了，那就好。一会儿有个病人要做检查，你带他去3楼吧。我这指甲不合规，院长叫我先修剪一下。不是你负责挂号和引导吗？我这不是没剪完吗？你帮我一下呗。我要做检查，怎么走？跟我来。季小姐，谢谢啊。我等了快1个小时了，怎么还没叫我？您别激动，我看看。季乔姐，这个单子是你录的吧？怎么没录进系统？我没录过这个，你看看，这不是你的字，这不是我写的。你们这是什么医院？推来推去的，我投诉你们！对不起，对不起，我们马上处理。你先认个错，别让病人闹大了。对不起，我马上帮您处理，请。怎么年纪轻轻？记性比我奶奶还差，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干什么啊？调监控，今天上午8点到10点，这个工号只有你一个人在用。这不对啊，朱小月，你明明说是季姐录的，我就是记错了吗？你至于吗？我替你背锅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记错了？吵什么？护士长，我就是一时疏忽，季小姐非要揪着不放。林院长在吗？朱小月，这个月奖金全扣，绩效扣1半。院长，我别说了，当着病人的面推卸责任，你知道会给诊所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给荣继桥道歉。对不起。哟，小姑娘回来了。让一下。这么晚才回来，加班啊？急什么？聊聊天嘛。我男朋友在家等我。男朋友？就那个保安啊，我见过，瘦不拉几的，1个月能挣几个钱？关你什么事？哎呀，别生气嘛，我就是替你不值，长这么漂亮，跟这个穷保安受苦，要不跟着哥哥，哥哥做销售的，1个月少说也有2万，比你那男朋友强多了。你再不让开，我报警了。小妹妹脾气还挺大，行行行，哥哥让你。不过啊，跟这个保安能有什么出息？早晚得分。段燕已经够累了，白天上班，晚上兼职，回来还得被这种破事儿烦。
你回来啦？嗯。我去买点菜，你先休息。不用，我一会儿得出门。又要走？嗯，物业那边缺人。你吃点东西再走吧。不饿，我走了。路上小心。哟，这就去上班了？哎，昨天说话重了点，你别往心里去啊。哎，别走这么快嘛！我这儿有个朋友开公司的，要不要介绍你去？工资肯定比你现在高。不用。别这么冷淡嘛，哥哥也是好心。我再说一遍，不用。别这么不识抬举啊！嗨，下班啦。这么巧，你这房东也太不负责了，灯坏了这么久都不修。就是这么黑。哟，回来了，就是你说的那个小姑娘啊。给，别急，慢慢来。哎，等等，什么事？你一个人住，晚上害怕吗？要不要哥哥陪陪你？不用。别这么急嘛，聊聊天儿。我男朋友在家。男朋友？我怎么没看见？你再不走，我报警了。行行，不打扰你了。小姑娘，开门啊！我知道你在里面，别躲了。开门啊！哥哥给你带了吃的。你好，我这里有人骚扰我，他在门外不停敲门。您现在在哪里？小姑娘，别装了，我知道你在里面。你男朋友不在家吧？开门，哥哥陪你聊聊天。我已经报警了。哟，还挺有脾气，不说话了，我就在这儿等着，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怎么还没来？他不会真的冲进来吧？同志，我就是跟邻居开个玩笑。开玩笑，人家说你骚扰他，你还踹门？没有没有，我就……里面的人，你没事吧？我没事。你跟我们走一趟。同志，我真没干什么，就是喝多了敲错门了。敲错门？你都把小姑娘吓成这样了，还说敲错门？臭女人，真以为老子怕她？小段儿，有个住户说楼道灯坏了，我记得你会修这些，你帮个忙，修好我按照市场价给你钱。好。哟，小段儿啊，你女朋友平时都在外面做什么？我之前还看她经常打扮的花枝招展，出门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营生？你说什么？我就是好心提醒你，别被人戴了绿帽子还不知道。他肯定在外面，可恶！你最好以后给我老实一点，再有下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他妈！你再说一遍。为什么突然和我说这些？我问你话。我就是随便说说。你是不是找过我女朋友？说。前几天，我就是喝多了敲她的门。你再敢骚扰她，我让你在京城待不下去。你回来啦？嗯。你手怎么红了？没事，碰到了。快喝，刚煮的。好喝。那我以后多煮点。嗯。估计是被吓住了，不敢再闹了吧？买了什么？
排骨，还有点青菜。我刚刚才看见李健了，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时像是被人揍了，可能喝醉了摔的。今晚想吃什么？随便，你做什么我吃什么。那我多做点。你最近瘦了。这点钱想要让他过上他期盼的日子，还不够，远远不够。怎么了？看什么呢？没看什么。美女，这么巧啊！你是？我是小月的男朋友肖乐，上次见过一面，还记得吗？记得。这么晚了还没走，要不要搭个顺风车？我送你。不用了，我男朋友马上到。乐哥，咱们走吧，我饿了。不急，我跟你同事聊两句。你男朋友这样，你该好好想想他到底是不是真心对你。哈哈，美女这话说的对，小月，你可得看紧我。这是她男朋友。等久了？没有，你刚好。走吧，回家做饭。那气质那长相哪里像个保安？我见过不少有钱人，肖乐算一个。可肖乐那张脸跟他比起来，简直就是路人甲，那种冷淡疏离的气场，那种仿佛与生俱来的上位者压迫感，根本不是普通保安能有。肖乐那张脸和段燕一比，简直不堪入目。长得帅有什么用？还不是没钱，开个破电驴。走了走了，饿死了，愣着干什么？上车啊！你同事那男朋友真是保安，长那样当保安浪费了，当男模至少收入翻倍，不过也就那样吧。女人就喜欢舔这种没钱的帅哥，以为爱情能当饭吃。你说那种男人有什么好的？以后结婚生孩子还不是得靠钱？有什么好念叨的？你要是觉得自己有钱就能追他，那去呗。这可是你说的。我说了是随口说说，你敢？我饿着呢，走吧。保安而已，开电驴的，没什么好眼红的。我一看就知道，这些都是两人谈恋爱的时候我转给他用的钱。他记这些做什么？是想把钱还我吗？小段儿，昨晚没睡好？怎么了？和女朋友吵架了？年轻人嘛，吵吵闹闹正常，过2天就好了。没吵架。那怎么这副样子？就是有点累。你这孩子别太拼了，身体要紧。小段儿，今天能干到几点？通宵也行。行，那就按时薪算。小段儿，慢点，别太急。辛苦了，今天550。小段，过几天有领导来视察，想请你帮忙陪我接待一下。这是机会，或许能搭上些人脉。什么时候？到时候通知你，你帮我撑个场子就行，最多1个小时，不耽误你什么。行，行，那说好了啊，你放心，不让你白来。谢了。客气啥？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工地有活。吃饭了吗？吃了。真的？你脸色不太好。没事儿，就是有点累。我看了个房子，离你诊所近，小区新，门禁严，2居室的房子，我们不和人合租了，这里太旧了。现在这里不是挺好的？你觉得好？挺好的啊，你上班也方便。那个房子多少钱？12000。太贵了，不搬。你是觉得贵，还是觉得我付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没必要。没必要，你不用跟着我吃苦。我没觉得苦。定金已经交了，下个月搬。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就交了？我想给你住好点的地方，
还是你觉得我穷，没必要和我规划未来？规划未来，他有这么直白的说过这种问题吗？原来他是想和我规划未来的。他待我不错，可我们并非同路人。这场恋爱是骗局，揭穿后再重蹈前世的覆辙。命更重要，不想搬那么贵的地方，怕加重他的负担，终遭他厌弃。我只是怕那房子太贵。你是不是想分手了？从前你什么都不管，但现在搬家你说贵，给你买东西你推辞，连我想给你更好的生活你都说没必要。荣继乔，你是不是觉得和我没什么未来了？我确实是没有什么演戏的天赋，不然上辈子也不会这么快就被发现一切了。如果这个时候分手，那好歹命保住了。上辈子被人靠着丢水里淹死的感觉，我简直不敢回想。不想这么死，也不想这么早死。段燕，我等1年，再给我1年时间。如果1年后我还没什么出息，你再提分手，我不拦着。我知道你跟着我吃苦了，现在住的地方不好，吃的也一般，我1个月工资就那么点儿，但我不会一直这样的。不然你现在分手，我怕你没人养着，饿死在外面。段燕从不说软话的，上辈子她对我再好，也从来都是闷头做事，很少开口说这种带着恳求意味的话。那你不能太累，工地的活别干太多，你身体会垮的。我没事。你有事？你脸色这么差还说没事？你不能把自己累垮，不然别说你养我了，你到时候进医院肯定花更多钱。我会注意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没有就坡下驴的说分手。段燕说1年，只有我知道，1年都不用，段燕就会成为这个京城最大家族的掌权人，那就纯当是在陪段燕演一演，应该是还喜欢我的。只要我一直保持现在这样，指不定真能拿到不少好处。等段燕的态度变了，我立马圆润的提桶滚蛋。小荣啊，这么早就出门了？去上班。你男朋友今天又去加班了？小伙子不错，能吃苦。现在像他这么能吃苦的年轻人不多了。你俩什么时候结婚啊？我看你男朋友对你挺好的，赶紧把事儿办了，别让人跑了。还早着呢。年轻人别太挑剔。买菜啦？晚上煮火锅。上来。走，上去看看。在大城市生活，别说是住在环境稍微好一点的房子里了，就连阳光都是奢侈品。这个地段的这种看着很新但用料又很扎实的房子，有些人月入2、3万都不一定舍得租。怎么站着？唉，这房子怎么样？很好看。我一时间甚至都有一种冲动，把段燕带回老家，希望她一辈子都不要被段家认回去，这样段燕就不会知道我在骗她。段燕一直都对我很好，真给了种自己被无限纵容的感觉，不然以前也不会一直不死心缠着她。段燕的对我好是建立在我的救命恩情的前提下。算算日子，距离段燕被找回段家也只剩5个月了。等段燕回到段家，拿了他给的分手费，赶紧跑路才是明智之举。太子爷虽好，但不是我的菜。我来。哟，老段，你小子可以呀，藏这么深，老婆长得跟明星似的。辛苦你来帮忙了。哪里的话？你好，你好，这个老赵应该就是当时跟着段燕鸡犬升天的其中一位。后面我回去找段燕的时候，老赵就已经是公司的安保部主管了，就是被他拦在公司大楼外的。算了，人各有命，我就是那种领导夹菜我转桌的咸鱼命。就这些，可真省心。我帮人搬家，头一回见东西这么少的。老段，你这房子行啊，小区环境不赖。这得多少钱1个月？12000。你小子现在混得不错呀。行了，我撤了，你俩慢慢收拾。得了吧，帮个忙还要钱，当我什么人了？拿着，耽误你半天时间，这是你该得的。愣着干什么？没什么，就是觉得搬得挺快。去买点东西。好，喜欢就拿。这条就行。你穿多大码？43。一共262。走吧。其实我可以付钱的，就是刚才那些东西我可以付一半，你别老是自己掏钱，我也有工资的。你那点工资自己够花吗？烦死了，累死了。还没完，继续。要喝水吗？我倒水。
前世我在声色场里混迹太久，成天围着那些脑满繁肥或者附庸文雅的老板转，收过的包和首饰多得数不清。这只包到底是哪个冤大头送的？我把2辈子的记忆翻了个底朝天，也拼凑不出半点印象。你歇会儿，我随便弄点小菜就行。没事，我来就行。没事的，你今天搬了这么多重东西。这人怎么知道我搬家了？今天才搬过来，除了老赵和段燕，根本没有第3个人知道。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推销短信。又哪儿惹你生气了？又拉黑我？拉黑当然是不想你发消息来啊！这人是弱智吗？这点眼力劲儿都没有。怎么了？没事，今天跑上跑下有点累坏了。那早点睡。这一刻，我恨不得转过头去。我想告诉他，有人在跟踪我，有人知道我们搬家了。不能说，段燕如果知道了，肯定会去查监控、查来源，盘问我最近接触了什么人。只要顺藤摸瓜，前世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儿，我撒过的谎，甚至是当年那笔医药费的真相，随时都会暴露无遗。死守秘密，才能活命。这个人白天一句废话都不多说，眼神淡得跟什么都不在乎似的。但他把我揽进来的那个动作，没有一点犹豫。你睡了？那你快睡。他有事瞒着我。对，他跟段氏集团已故的董事长段池长太像了，难怪看着眼熟。上次在诊所门口见段燕时，我满脑子都是荣继桥那张脸，压根没仔细看这个男人长什么样。现在细看，段燕那张脸虽然晒得黑了些，但五官的底子摆在那里。尤其是那股子冷淡疏离的气场，和段池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怎么才来？我都等半天了。堵车！如果段燕真是段家人，那我之前对荣继桥的那些心思就得收一收了。得罪段家的人，我还没那个胆子。但如果不是呢，那就更好，我可以放心去追荣继桥了。先暗中观察，找机会去段燕工作的物业公司偶遇一下，试探试探这个人的底细。你在看什么？没什么，走吧。你到底在看什么？我刚才好像看到你同事了。谁？那个叫荣继桥的。看她干什么？她男朋友来接她了呗。你同事那男朋友真是保安？可不是嘛，还骑个破电动车。你说他也是，长那么好看，跟这个保安受什么罪？我听说他们租的房子是合租的，1个月才几千块，要我啊，早就分了。那你觉得他会不会分？你问这个干什么？随便聊聊。你同事长那么漂亮，跟个保安是挺可惜的。可惜什么？他爱跟着保安是他的事儿，关你什么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段燕突然这么拼命了，劝都劝不听。这个房租很有压力吗？段燕除了签合同干保安、送外卖和泡工地赚的外快，基本全打进我卡里。按照段燕以前那种工作强度，每个月撑死多出几千块钱，现在才不到2个月，他又付了房租，就攒下1万3了。说实话，太子爷万一这么被累死了，到时候段家不得拉我去陪葬了。怎么了？你在哪儿？工地有事。没事。问你几点回来？说不准，会很晚，你先睡。你注意安全。劝不动就算了。段燕这么身强体壮，反正也只剩下4个多月，她就能回段家了，应该不妨事。还没睡？给你热饭。不饿，不用麻烦。哪里能不饿？你晚上才扒拉了几口，紧赶慢赶的走了。要不下次别来接我了，我自己坐地铁也能回去。没事儿，来一趟耽误不了事儿。到时候你被野男人拐跑了，我上哪儿哭去？段燕指的是萧乐，我压根儿就对萧乐没那心思。段燕这人什么时候醋劲儿这么大了？这狗缝真别致。那是熊猫，挺别致的。你这手艺放中世纪欧洲，绝对是众人拾柴火羊羔的人物。啊，丑就丑，还拐弯抹角挖孔人！豆包，把段燕损人的技能复制给我。阿姨您忍忍，马上好。喂，你谁啊？推销的。季乔，12床那个病人家属找你，说上次你帮她老公应急处理伤口及时，送到大医院才没什么问题，想谢谢你吧。小荣护士，我给你带了点家里排骨汤，你尝尝。是不合适。哎呀，合适又不是钱，你上次帮大忙了，我们全家都感激你。谢谢。小荣护士，你有对象了吗？我侄子在银行上班，今年26，人老实，
你要是没对象，我给你介绍介绍。阿姨，我有男朋友了。那可惜了，我还有事。又有人给你介绍对象？你这张脸啊，来医院半个月，介绍对象的能排一条街，怎么样？动心吗？不动。那就是心里有人了。你男朋友干什么的？保安。保安？那你们压力不小吧？还行。行了，别想那么多，年轻人谈恋爱开心就好。你怎么了？没事，筷子没拿稳。你这是想男朋友想傻了吧？这到底是谁啊？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按照现在能知道的线索，这哥们儿应该是我前世勾搭那些自认为的有钱人之一，以为我介意他是搞替身文学，所以没联系了。走吧。这什么？我不要。收着。以后看着我送你这些东西，就能想到我。什么意思？没什么。看着我送你的东西，你不想我能像谁？这段时间给这人打电话也不接了，他像是料定了我不搭理他是因为替身的原因，然后也不联系我了。要是这样就好了。关键是这人总是在我以为没什么事情的时候，莫名其妙又发一条信息来吓我，简直脑子有病。小荣，林院长找你，现在，办公室等着呢。坐。找你不是坏事，别这么紧张。你知道三甲医院的基层医疗交流项目吗？听说过，好像是选派基层医护去大医院进修。对，今年我们诊所有一个名额，下周有个考核，理论加实操，还有案例分析。上次急诊那个车祸患者，你处理得很稳。我想让你参加考核，和朱小月公平竞争。朱小月在诊所干了2年，病人都认她，自己才来2个多月，凭什么和她竞争？怎么没信心？不是，就是觉得我资历太浅了。资历不是唯一标准，能力才是。这是考核大纲，你拿回去看看，明天给我答复。谢谢林院长。听说了，林院长让你参加考核，朱小月脸都绿了，刚才从这里过，连招呼都没打。我知道朱小月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荣护士，听说你要参加考核？我在这里干了2年，你才来多久？林院长说公平竞争，那就公平竞争。行，你好好看看考核大纲，理论可不简单。我听说去年有个护士考了3次都没过，最后被刷下来了，那她运气不好。我运气一向可以。别理他，好好准备考核。前世我在县医院干了几年，这些东西都熟，但这一世我在诊所只待了2个多月，很多流程还不够熟练。现在不一样了，我要靠自己。这么多资料，考核用的。累不累？还好。今天怎么这么晚？看资料，下周要考核。你知道吗？朱小月，上次你和我吐槽的那个同事？他这次估计要气死。你怎么知道的他？因为你比他厉害。你就这么相信我？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你这人真是说谎，话都不打草稿的，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油嘴滑舌了？你就哄人开心吧。你从哪儿弄这些？同事的老婆是三甲医院的护士，就这么轻易给你啦？吃了我500块的烧烤，你要是没考上，记得还我500。这嘴真欠。别走。别闹。8点了，不起床指望我帮你上班？好烦啊，这人。周总明天来视察，这些东西你要看熟。
这里的支撑结构，我看规划图上是均挑梁，现场怎么没看到对应的加固措施？这片区域前期地勘发现土层含水柱偏高，原方案的加固节点需要调整，现在是在等新的材料进上，预计后天到了当天就能。进度之后多少？3天。按哪个版本的规范做的？这里的安全距离在可控范围内，不影响总工期。周总，我们工头在附近的餐厅简单备了点吃的，咱们饭桌上说吧。你在这边多久了？干什么的？好几个月了，就是跟着工头干点活。你这些数据是现备的，还是本来就懂？本来就懂。那也很不错了。我带了2个助理，一个是正经工程专业出来的，今天也没答出来。行啊你。现在是什么职务？小工。有没有考虑过转行？项目协调或者工地监理？做这个比扛砖有出路。就是怕自己这半吊子晃荡，我想想。你要是半吊子晃荡，别人就都是吃干饭的了。这周总挑得很，我就怕他不满意。你小子可以啊，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这谁啊？你今天去工地发传单了？今天去视察的开发商。开发商给你发名片干嘛？让你买房？他让我去他公司上班。上班？干嘛？给他当保安啊？做项目协调。这就开始了。前世段燕也是在工地干活，后来被来工地视察的段家人认回，直接空降当了太子爷，中间压根没去什么工程集团当项目协调这一出。难道因为这辈子我作妖的方式变了，把他的事业线提前了？我答应了，明天去物业辞职。工资多少啊？税前2万2。2万2，对我一个县城中专妹来说，这是天文数字。我现在在诊所累死累活，一个月也就小几千。段燕爬得越高，接触的人就越多，这圈子兜兜转转，她迟早会碰到那些真正有权势的人，会被段家人提前找到，可能剩下的时间连最后4个多月都没了。挺好的，那今天吃点好的吧，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今天得加菜。怎么感觉你有点不开心？胡说八道，我哪里不开心了？你升职加薪，我比谁都乐意。你表情快哭了。段燕这人眼睛太毒。我没有不开心，我就是觉得你太厉害了，我怕我以后追不上你，成你的累赘。这番话半真半假，我是真怕跟不上他，更怕他飞黄腾达后回头清算我这个假冒伪劣产品。你不用追，我会等你。这4个字杀伤力太大，前世那些被水淹没的恐惧和眼前的温柔交织在一起，把我那点小聪明搅得稀碎。他越好我就越怕，怕谎言戳破那天，这双手会毫不犹豫把我推向深渊。啊！护士长，季小姐最近态度不太端正啊。怎么说？她这几天老是走神，考核这种事确实压力大，但态度不能散漫。刚才我看她把复习资料随便往桌上一扔，人就不见了，连病人的登记表都压在下面。找什么？整理一下桌面，把这些归档。考核重要，日常工作不能出岔子。知道。你不是自己要多排急诊吗？朱小叶说的，你想多练练手。原来是他在搞鬼。我寻思你既然主动要求的，我就按你说的排了。怎么，有问题？没问题，是我没说清楚。下周能不能帮我调一下？不用排那么集中，匀开来就好。早说嘛。行。我没去找朱小月对峙，对峙有什么用？朱小月只需要说我误会了他的意思就能摘干净，到时候闹起来，吃亏的还是我自己。我要等一个更合适的时机。找什么？没事。老刘，帮我把这段剪出来，发我手机。这是我资料丢了，想确认一下有没有人不小心拿错了。心肺复苏30:2。行了，还没背完呢。你已经背了3遍这一页。你行的。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知道。你
你这是敷衍我，说点有依据的。你背了3遍还在背，说明你认真。那要是考官出的题我没背到呢？那就现场应变。要是临场发挥失常呢？你都发挥失常了，那朱小月也够呛。你这说的什么话？要是荣继桥，闭嘴睡觉。停。明天还要考试，快睡吧。段燕，你我刚才居然闭上眼睛了，我以为他要亲我。你笑什么？没有，你明明在笑。没有，睡了。明天我要是没考过，那你的500块也没享。等你的好消息。荣继桥理论91分，实操满分；朱小月理论78，实操扣了12分。朱小月，你先回去。是。林院长，我有些东西想给你看。我没有当场说，是为了不影响诊所的正常运转，但这些情况，我觉得您应该知道。朱小月，来我办公室一趟。我只是帮他整理资料。整理资料要带走。排班的事，你告诉沈慧说，荣继桥主动要求排急诊，他从来没有开过这个口。你在这里干了2年，知不知道什么叫规矩？下次再有这种情况，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你自己离职。你满意了？挺满意的。今天辛苦了，你去忙吧。好。考怎么样？理论91，实操满分。走吧。你要请我去哪儿吃？你想吃什么？随便。随便是什么？有酒的地方。你说他走的时候门关那么重，是把门框震坏了？你觉得我厉不厉害？厉害。你才知道啊？我一直知道。看什么？没什么。你今天挺好看的。我一直都知道自己好看，不然怎么会不甘平凡？但上辈子的经历让我明白了，美貌单出就是一张废牌，漂亮有啥用？但我没什么勾心斗角的脑子。什么地方？发我定位。知道了，10分钟。工地那边出问题了，我得过去一趟。你吃完再走。去吧。
奇怪的人怎么这么多啊？季川先生，您点的2杯酒。坐。喝点儿。不喝。那就看我喝。我都把你拉黑了，你还找我做什么？我说你长得像他，又不是真把你当替身，这么生气做什么？像谁？你当时钓我的时候，不是说要有钱还长得帅的吗？我不符合你的标准吗？我不介意你有男朋友。天哪，原来真是我当时钓凯子之一，但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啊？对，不符合，以后你不要给我发消息了。那我送给你的东西你都收了哎，30万的香奈儿包包。天杀的奸商，30万的包才给我3万的回收价，我得去找那奸商要回来，我会把包还你的。你还我就成了2手包了，不值钱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经济状况，我网贷都信用度不够。那你和我在一起呗。我恋爱脑，我发现我抛弃不了我男朋友。是吗？你男朋友知道你出轨吗？放屁！我没出轨，我都没答应你。难怪我半点印象都没有，感情是和季川见面的时候喝断片了。这么激动做什么？真不能分手啊？不能。那行吧。对了，我还拍了不少，改天给男朋友也看看。小姐，你还好吧？最后一个号了，别再给我拉黑了，不然我电话打到你男朋友那儿去。报警没用，季川没有实质性伤害，报警最多警告，告诉段燕。那我绝对要提前下线。救命啊！我以前到底干了多少蠢事啊？季川到底是把我当成谁的替身了？要是找到那个人，去劝劝季川，不要再骚扰我，会不会有点用？有病啊！还把人当替身耍着玩。干嘛不开灯？段燕，问你个事儿。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你会怎么办？那要看什么事，小事就原谅你，大事就再说吧。大事呢？比如你知道了就会和我分手之类的。那得看具体是什么事情。我哪敢说？冒领救命之恩，心安理得花他血汗钱，这事一旦曝光，前世那种凄惨下场绝对会重现，那我肯定不能说。说吧，我又不会掐死你。掐死算轻了。你给我写个保证书。写什么？写哪怕以后发生了再严重事情，大不了我们分了手就完事儿，你绝对不要秋后算账。为什么要分手？我直接给你保证，什么事情我都不分手，行了吧？瞎扯！知道真相那天，他跑得比谁都快。不行，你就按我说的写，不写今天没完。写完了，还要签名、盖手印，没有印泥，用这个代替。我总觉得多看一眼就会被他看穿真实目的。吃饭。这根本就是废纸。等他发现救命恩人是别人，这纸撕的比谁都快。你耍赖！你根本没按我说的写。我写的也是保证。你根本没放在心上。你重写，现在重写。闹够没？你瞎写敷衍我。没敷衍，容技巧。嗯？你到底想说什么？那你写这个保证书干什么？你是不是一直想分手？之前和我的保证都是骗我的。我没有。那就是有别的事瞒着我。算了，不想说就别说。姐姐买包啊，可看准了，这黑店30万正品都能按3万收，别当冤大头。
不把钱补给我，我就报警查你店里账。大家来看看啊，30万香奈儿，他骗我不懂行，3万就给收了。什么破店，以后再也不来。别嚎了，你进来，去办公室谈。你到底想怎么样？给钱。那只包二手市场回收价起码18万，你才给我3万，退我15万差价。你做白日梦，买卖自由，当初钱货两讫，凭什么给你补？行，那我出去继续哭。你敢？要不是季川那个家伙跑来闹那么一出，这笔巨款真打水漂。这黑心家伙居然偷偷扣我这么多钱，果然钱能解决99%的情绪问题。这话真是至理名言。最近事情这么多，但这10多万一到，我瞬间头也不痛了，上班上的腰也不酸了。晚上回去给段燕加餐，吃顿好的。你凭什么不要我？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骗了我，那笔医药费根本不是你的。那种被欺骗后的厌恶感，顺着我的脊椎骨往上爬。医药费，其实我不是完全没怀疑过。梦是假的，怎么会突然做这种梦？简直莫名其妙。我根本就没想多少，只是觉得是不是这段时间太累了。最近的荣继乔总是素着脸，小心翼翼，照顾我的情绪，连心情都变了很多。虽然变了，但在一些细枝末节上，依旧能看出来以前的小性子。比如搬到新家，虽然之前嘴上说是太贵了，不想搬，但经常流露出来的开心是做不了假的。段燕，怎么了？我还以为你去上班了。这才5点，快睡吧。我想起梦里歇斯底里的他，和眼前熟睡的人截然不同，又分明是同一个人。快睡快睡，还有2个小时就要起来上班了。敢打不敢看。谁让你没事掐我脸？你生气的时候不也经常给我一拳？我那是打着玩。我也是捏着玩。查到了没？查是查了，就一普通打工的，叫段燕，今年22。不可能，你再仔细核对，籍贯是哪儿的？父母具体干什么的？母亲早病死了，一直在福利院长大的。父亲纳兰空着，当年根本没人认领。这种社会底层的烂账多了去了，你费劲查他干嘛？欠你钱了。表哥，再帮个忙，把这小子他妈的照片调出来发我，随便什么证件照都行。段燕的母亲，就是当年段驰明媒正娶的那个妻子。但段家老爷子就段驰一个儿子，自段驰死后，一个直系血亲都没，偌大的家业，连个继承的人都没有。老爷子是怎么能让段燕他妈把段燕带走？还是他妈偷偷带走？如果段燕真是段老爷子的亲孙子，段燕是通过我认祖归宗，那也算我大功一件了。不对，我连段燕具体住哪都不知道呢。你在哪儿？干嘛？把你那个同事线住址发给我。肖乐，你还要不要脸？我们还没分手呢，你就去见你那个狐狸精。他有个穷保安当保，你真赶着去当备胎啊？你别烦我，我找他有正事儿。正事？你能有什么正事找他？告诉你没门，你还指望我？别给脸不要脸！我再问最后一遍，地址在哪？你要是不给，我送你的那些东西，明天连本带利还给我。肖乐，你真行！这小区门禁严，外车根本进不去。这可是一尊活财神，就在这里等着。你就是段燕，周总早上开会专门提过你。哪家公司？什么岗位？负责图纸还是监理？小工，搬砖的。
原方案断是最保险做法，再看预算楼塌了谁负责？按你的诸季方案打下去，光前期进场打桩要拖1个月，下个月雨季来了，工期延误每天违约金多少算过没？工勤款你来垫。你懂个屁！这是结构安全，不是你家客厅，安全个屁！甲方要的是颜值，你这堆钢筋水泥能卖钱吗？小段儿，你有什么想法？我在来京城之前就在工地干过，还干了不少年。我是福利院长大的，那时候的福利院还没有那么明确的规章制度，自己出来打工了，很多时候都是在工地做苦力，许多东西耳濡目染都会，只是缺少实践。第一，东侧地质条件不适合原方案地基深度，钻孔降筑当成本过高，建议改用法板基础，成本能降12%。第二，北侧施护结构纯属浪费，现有防起墙完全可以利用起来加固，能省出2周工期。第三，材料进场顺序有问题，钢筋和水泥进场节点撞了，顺序错开2天，避免2次搬运增加人工费。一个搬砖的这么快就解决了？法板基础我们承载力够，风险大，根本没必要改。年轻人别光看点书本知识就纸上谈兵，现场情况复杂的多。北侧那墙都多少年了，不用新支户出事谁都理。你们算法板承载力用的是去年的地勘报告，那是最新版本。今年补勘数据显示，土层含水率比去年高了8%。这种含水率下，原方案桩基打下去会造成严重泥浆污染，清理费就会吃掉你们所谓安全预测。用踏板基础配合局部换填，承沼力不仅达标，顺便解决排水问题。上个月补勘报告拿来。蹲了一下午，没蹲到段燕，反倒等到了另一个。哎，躲什么啊？见着熟人招呼都不打。荣护士平时也这么傲？让开！别急着走啊，咱俩聊聊。这傻缺想干嘛？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滚开！你怎么还和你那男朋友住这种老破小的地方？你知道他是什么来头吗？你果然知道。我就说你长这么漂亮，怎么可能死心塌地跟着个工地搬砖的穷鬼？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可是托人查得清清楚楚。你当年在老家县医院，这小子受伤住院，你给他垫了10几万医药费是吧？然后就顺理成章赖上人家了，荣记去了。你这算盘打得真响，等人家以后认祖归宗，你这恩情能换几栋楼啊？或者你还想当段家的长孙媳妇儿？你到底想干嘛？不想干嘛，就是觉得段家那位大少爷挺可怜，被你这种女人耍得团团转。你说，要是他知道你，早就清楚他的身份，图他以后的家产，才装出一副同甘共苦的模样，他还会不会要你？这可是送上门的立功机会，只要我把荣继桥的真面目揭穿，说不定段燕还会感谢我。兄弟，你回来的正好，我有件大事得跟你好好说道说道，你可千万别被这个女人骗。段燕，他骚扰我，我刚下班他就把我堵在这里，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还不让我走，我好害怕。你胡说八道什么？兄弟，你听我说，他根本早就知道你的真再让我看见你找他麻烦，我弄死你！要不要报警？不用了，你下手这么重，万一他见到警察反咬你一口怎么办？走走走，咱们回去就行。这关算是糊弄过去了，可下次萧乐再找上门来，该怎么办？这种事情能糊弄过去一次，到时候萧乐直接找上段燕，还能糊弄第2次不成？那个人骚扰你多久了？没多久，就今天下班突然跑出来堵我。今天我晚了一点，以后不会了。这男人不行，有女朋友还在外面3心，不认真对待感情。
以后就算咱俩分开了，你找新的对象也长点心，行不行？起码得找个比我帅的，不然别人绝对以为你眼瞎，越找越差劲。你还挺自信。实话实说，今天想吃什么？随便，你做什么我吃什么。那我随便弄点了。好，萧乐的话还在我脑子里转，谁会信我重生的？我这段时间不作妖，好好表现，等段燕被段家找到，到时候天南海北谁也见不到谁，这样就好了。臭女人，你还敢找我？出来谈谈呗。老子现在就想去告诉段燕。周日中午12点，市二院对面的茶楼。你不来，信不信我能让你这辈子都别想从段家捞到半个蹦子？有屁快放！你去告诉段燕我骗了他，然后呢？然后你就得滚蛋！我帮段家少爷看清了你的真面目，他肯定会感谢我。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你没有。你骂谁？现在我才是段燕的女朋友，你一个外人跑去挑拨，你觉得他会信你还是信我？你不过是个纠缠他女朋友的流氓。你看我前天晚上不过说了2句话，他就为了我把你打得半死。你无非就是想抱段家的大腿，你把我的事儿搅黄了，你能拿到什么？段燕要真想感谢你，那这种恩情让你得利一次也就还完了。你想说什么？合作，我不走。我以后就是段家的长孙媳妇，你帮我瞒住这件事，等我进了段家，手指缝里露一点出来都够你吃几辈子。一个是细水长流的靠山，一个是一次性买卖，你自己选。希望这次我不要露馅儿。还段家的长孙媳妇，我听了之后自己都觉得尴尬。口说无凭，我怎么知道你以后不会过河拆桥？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手里攥着我的把柄，我能拆什么桥？你这算盘打得真精。行，我帮你兜着。既然合作，你现在就得帮我办件事儿。什么事儿？帮我查个人。季川，我要他全部背景资料，越详细越好。季川，你一说这个名字，家里又有钱，我第一反应就是京城季家那个二世祖，家里有点底，但比你男朋友差远了。查清楚了发给我就行，记得付钱。你不能这么对我，我付出了这么多。放手！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我重新把2人相处的点滴剥开，荣记桥的消费习惯和存款压根就不用去探听，全是逾期的信用卡。连白条那1000多块欠款都能把他急得眼眶发红，平时花钱没有半点成算，妥妥月光族，哪来的10几万巨款给你？问过几次，问他当时垫钱有没有找人借，利息多少，他从来没给出具体账目。他要么说钱早攒好了，要么立刻转移话题，问他今晚吃什么。我不想怀疑他的，可是10几万的窟窿根本圆不上一个中专毕业在县城小诊所打工的护士，才21岁，父母也都是农民工，没有存款，拿什么垫这笔钱？别多想，梦就是梦，不能靠一个梦去定人的罪。荣记乔小姐在吗？麻烦签收。谁啊？有病啊！往诊所送这么大的花，病人不得投诉死我？让我看看你那个保安男朋友写了什么。你发什么疯？私人物品你也乱翻？看看怎么了，小气巴拉？不会根本不是你那穷酸男朋友送的吧？花太占地方，放诊所影响工作，大家分了带回去泡脚挺好，分不完的丢垃圾桶就行，别让院长看见，我肯定要挨骂。季川这神经病，大张旗鼓往我工作的地方送花，迟早要把事情闹大。你上次说的事儿，我考虑了一下。考虑怎么样？是人住手机里吗？我不能保证一定和他分手，在我做决定之前，不要把咱俩的事捅到我男朋友那里。我本来就是想着4个月，4个月后段燕就会被段家人找到认祖归宗，到时候太子爷拍拍屁股走人，我们理所当然会分手。到时候季川爱找谁找谁去。这人怎么阴魂不散？下班了，你跟踪我，顺路来看看你。买这么多菜，回去做饭。关你什么事？4个月我答应了，你是不是也得拿出点诚意？什么诚意？明晚陪我吃顿饭。不去。照片还在我这儿。你那保安男朋友快下班了吧？要不我在这里等他回来。遇上这种不讲理的疯狗，毫无办法。地址发我。应付季川比上8小时班还累。回来啦！
今天买这么贵的东西，发奖金了，15万这事儿烂肚子里都不能说。你们诊所福利不错。我还买了1斤排骨，你想吃红烧还是糖醋？都行。那去做饭了，熬过这3个月，拿个市级3甲的进修证明，到时候就算段燕身份曝光，2人分道扬镳，我卷铺盖回县城老家，凭着这张纸也能随便进个有水族的科室混吃等死。小荣，你刚来多锻炼，1号诊室那位贵宾你带一下。怎么不搞个私人医疗团队，还往医院跑？入职培训第1天你在梦游吗？还是小说看多了？国内牛逼的大拿都在3甲和公立，私人团队最多治个痔疮，大病还得来咱们这儿。咱们特需科室的前身就是他的私人医疗团队，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和3甲院合并了，可能是太高调了，被上面要求的。行，是我冒昧了。您好，是做常规复查对吧？这边走。新来的护士，今天第4天。李主任现在也是敷衍我，找个生瓜蛋子来糊弄事儿。不好意思，这位先生，我同事那边临时有事，您放心，流程我都熟悉的。您早查完早回去歇着，水温调过了，不烫口。我不喝你们这儿的饮水机水。你这丫头片子，平时在家里也这么伺候人？拿1份工资干1份活儿，不过在家里我是独生女，十指不沾阳春水。说话挺呛。李主任看过了，各项指标平稳，药量不用调，按时吃药就行。叫什么名字？荣继桥。行，下个月我来复查，还找你引诊。那是我的荣幸，您慢走。段董，小荣，行啊，这尊大佛平时连护士长都骂，今天居然没对你发火。可能这大爷今天心情好，我来这里只会混履历，等日子一到就走人。这群京城的达官贵人，以后跟我半毛钱关系都不会有。今天买这么多菜，进修第1周顺利结束，当然要加餐。你去歇着，今天我下厨。我来吧，你坐着等吃就行。不行，你上班那么累，好不容易早回来一次，这顿必须我来做。今天进修还习惯吗？挺好的，今天还接待了个脾气古怪的阔老头，别人都不敢上，我出马直接拿下。他还说下次来复查指定找我，虽然可能是下次继续来找我麻烦的。看来你很会讨长辈喜欢。那当然，我可是专业的。你今天在项目部怎么样？没被人欺负吧？没。那就好。等发了工资，你别再给我转钱了。你现在去大公司上班，得买几身像样的西装撑场面。你喜欢我穿西装？水开了。他穿西装的样子，冷酷，高不可攀，深邃，眼神冷静的近乎无情，没有笑意，整张脸像块打磨的冷玉，什么情绪都不透。那就是段燕本来的样子，不喜欢。我就是觉得你去那种场合穿得太寒碜了，显不出气场。段燕比我还惨呢，母亲离开段家，生下没几年就撒手人寰，现在有了月薪2万的工作，哪怕是没有段家，她发家致富也是迟早的。段哥，周总叫你去一趟他办公室。周总，小段，下周有个开业典礼，你跟我一起去。什么典礼？段氏集团旗下新商场的开业典礼，位置在京城东边。咱们公司承建了里面一部分工程，甲方发了请柬邀请我们过去。这种场合，圈子里有头有脸人物都会露面，你跟着我去见见世面。那天去的人非富即贵，你提前准备准备，穿正式点。知道。2位随便看看，我们这都是定制款，价格偏高。这套的样式能定制吗？小姐，这套是意大利进口面料，手工剪裁，拿就是了。怕我不给钱？不用买这么贵，我去买套几百块就行。不行，你不是说领导要带你去参加开业典礼，穿太寒碜也不行，这是投资，懂不懂？会打领带吗？我不会。我其实也不太熟练。行了，你自己看看合不合适。脸这么红，热。才4月，20度。灯太亮了。
想到什么了？怎么突然不怎么高兴了？没什么，一下子想到明天还要去上班。我还以为你心疼西装的钱。换好了吗？嘘，先生，马上出来。这本来就是段家太子爷，这种衣服本来就该穿在他身上。就这套，帮他量尺寸改一下吧。多少钱？18000。我有钱。你回头率真高。回头率高又怎样？人是你的。他不知道结局，我一个重生的还能不知道吗？算了。快点，快点，找个医生过来。没看到人受伤了吗？你们这儿的护士都干什么吃的？擦伤，需要清霜上药。你手干净吗就乱碰？知道我朋友这裙子多少钱吗？弄脏了你赔得起？小姐，裙子脏了可以洗，伤口感染了可就要留疤了。你，婉清，别说了，麻烦你了，护士。你轻点儿，念念最怕疼了。你要是觉得我弄痛他了，可以换个人来。婉清，你去帮我买瓶水吧，我有点渴。忍一下，很快就好。好了，这2天别碰水，按时换药。谢谢你。你长得有点像我一个朋友。是吗？那挺巧的。怎么了，念念？还疼啊？婉清，你觉不觉得刚才那个护士有点像小新？别说，还真有点像，特别是那双眼睛。不过小新可比他有气质多了，还跟人顶嘴。小新都走了那么多年了。说起这个来，我突然想起件事，你还记不记得几年前你去梁县旅游，也是摔伤了，去当地的一个医院处理伤口，还随手帮一个帅哥垫了医药费？你怎么还记得这个？我当然记得，那男的长得可真帅，就那种电影明星级别的，当时浑身是伤，躺在病床上都挡不住。你也是心大，10几万说垫就垫，连个联系方式都没留。留联系方式干嘛？你说他现在在哪儿呢？你要是去找他，凭你的家世，他还不立马投怀送抱？你这个人脑子里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我就是看着可怜，顺手帮一把，懒得搞那么麻烦。你就是太善良了。你过来。老先生。还是你带我。好的，您这边请。也不知道这老头又来做什么。流程还是和上次一样，直接走 VIP 特殊通道，专人专事检查。老先生，您这胳膊上的血管有点细，平时是不是不太爱喝水？你这丫头，上次说自己是独生女，我今天看你做事麻利得很，遇事也不慌，一点都不像娇生惯养出来的。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我总不能把病人当爹妈来撒娇吧？年纪轻轻倒是活得通透。家里没人催你结婚，谈男朋友没有？我才21，男朋友倒是有一个，谈着呢。哦，干什么的？能入得了你这机灵丫头的眼，想必是个青年才俊。的确挺帅的，在做项目协调，每个月才1、2万工资吧，不嫌委屈？这老头非富即贵，但这话一说出来，还是被扎了一下心。毕竟我工资也才3000多，他对我挺好的，赚了钱都给我花，人也踏实。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孩子都满地跑了，那时候穷啊，吃不饱饭，但家里热热闹闹的。你这丫头天天在这个地方打杂，不嫌烦？拿钱干活嘛，有工作就不错了。年轻人都削尖脑子往高处走，你成天混日子。我这种没背景没靠山的穷光蛋，不小心得罪人，连骨头渣都剩不下，还是回老家躺平最实在。要是哪天改变主意了，不想回老家了，就打这个电话。你要是愿意，我给你安排个清闲的职位，钱少不了你的，比你在医院当护士强得多。老先生，拿着。年轻人多给自己留条路总是好的。重生这么久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清晰地想起以前的一切。那时候的我，成天游手好闲，大肆挥霍段燕的血汗钱，就为了结识那些所谓的有钱人。他们连正眼都没多看我一下。重生之后的这一世，我几乎什么出格的事情都没做，可季川却莫名其妙地缠了上来，是我前世求都求不来的那种阶层。记得之前段燕是这样对我的。这是段董给的补偿，拿了钱，这辈子别再踏进京城半步。我不甘心，过惯了衣来伸手被人无底线纵容的日子，我怎么可能甘心被打回原形？以前段言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连袜子都没自己洗过一次。于是在阴冷潮湿的车库蹲守了3天3夜，终于还是让我蹲到了。段燕，段燕，你听我解释。放开他。段燕，你听我说，我当初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我是真的离不开你，你别不要我。离不开我？为了买通保洁查我的行程，你花了8000块。荣继球，以前我每天打3份工，让你花几十块钱交个水电费，你都喊穷。现在为了见我一面，你倒真舍得下血本。我只是还想是见段家的继承人。想见到我，没问题。我给你一个选择，你来做段家的佣人，我不会给你任何经济上的优待，你也不许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曾经的关系。但你每天能见到我，你答应吗？你连骗我都骗得这么不用心。荣继强，你骗我说你是我救命恩人，把我当成长期饭票一样。3年了，我们朝夕相对，你有没有哪怕1秒是爱过我这个人的？我爱的，段燕，我当然是爱你的。是吗？我感受不出来。当年的段燕已经是段氏集团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每次出行身边必定跟着保镖团队。我到底是怎么做到每次都能精准堵到他的？连萧乐都说，季家段家这种体量，连狗仔和侦探都不敢近身。我都以为你今天不回来了。说好给你买的。怎么一直坐在沙发上，也没见你看电视？刷了会儿手机，后来困了，在沙发上打了个盹儿。你回来我才醒。这串肥一点。前世这双眼睛曾像冰刃，此刻却只有柔和。看什么呢？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不对你好，对谁好？我是说，我也没干什么特别好的事儿，你就……你最近好像很喜欢和我扯这些。其实我仔细想想，跟着你这么久，我好像真的没有付出过什么，反而还总是无理取闹惹你生气。你最近都主动洗碗做饭了。还好这小子没谈过正常的恋爱，不知道我们这样是不正常的。看朱小月就知道了。萧乐就是说一句重话，朱小月都不敢给他甩脸子。到了段燕和我这里，赚钱的是他，出钱的是他，还得把我当皇帝伺候。喜欢是付出，没有为什么。你愿意出去工作帮我分担压力，不也是喜欢我吗？上辈子我骗了他3年，
从来没有爱过他。按照段燕的说法，喜欢是付出，但上辈子我从来都没有这种意识。我只会嫌弃他加班回家晚了没时间给我做饭，骂他怪他不顾家，让他晚饭时间段都得骑车1小时回来给我做晚饭。段燕回来再晚都得先收拾好家里，把衣服放进洗衣机洗了，第二天起来还得拿出来晒好。我跟了他以后，做过的家务只有买点插花、剪个新裙子的吊牌、拆快递包装。我只会花他的钱，哪怕是段燕那会儿身兼3职，保安、工地搬砖、送外卖，努力到每天只睡5个小时，我也依旧会骂他赚的钱怎么才够生活费，距离我白日梦里大富大贵的日子相距甚远。是了，我没爱过段燕，但我这么拙劣的把戏能骗得了太子爷3年，等正主出现才被揭穿，也算我运气好。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都觉得好玩。段燕到底喜欢我哪儿？是我这张脸，还是我虚构出来的恩情？我感觉后者会比较多，毕竟段燕回到段家以后，在她困难时期帮过她的人都鸡犬升天了。她的确是个很记恩情、懂得感恩的人，唯一能吸引到她的一点，她却毫不在意。我在段燕这里体现不出自己唯一的魅力，想在别的地方找到认同感也没毛病。季川那边怎么解决？我还没想到好的办法。他要是闲着没事去查段燕的身世，绝对比萧乐查的还快，分分钟就能知道段燕是谁。现在段燕要是被找回去，会像上辈子那样暴怒吗？这段时间我努力工作，还勤俭持家，表现够好了。这2天找个时间和段燕忏悔，把工资卡和攒的钱给他，让他看到我改过自新、好好向上的态度。要出新手机啦！又是想换新款手机，我要1TB 内存的，还要 Pro MX。不许笑！我明天就要。等几个月，又要出最新款了。不要，我就要明天买。好，你换下来给我用。睡这么早？我困了。在哪？不知道，床头柜里吧，你找找。没找到。衣柜抽屉呢？我找找。好了，明天大家还要上班呢。难不成段燕真以为自己刚刚外放是在暗示他什么？救命！我真没有这种意思。我刚才真的只是手滑，不小心点到了，不是在暗示你什么。我越说越觉得丢脸。其实你不用勉强自己来迁就我的。你从哪儿得出这个结论的？什么结论？我不知道。不说也行，我总归会知道。上班了。亲家。您好，我是荣继球的男朋友，他今天身体不太舒服，想跟您请1天假。你让小荣自己来说。刘姐，是我。天呐，小荣，你这嗓子怎么回事？感冒了？扁桃体发炎？可能受凉了，嗓子有点发炎。我今天休息1天应该就好了。行了行了，你休息吧，实在是受不了要看医生的，别硬撑着。好，谢谢刘姐。早餐想吃什么？我点外卖。粥。吃饭了。粥凉了就不好喝了。来，先喝口热的，暖暖胃。
干嘛？我想知道你最近在想什么。没什么，我就自己瞎琢磨。你要不说出来，咱俩一起琢磨吧。最近看网络小说看多了而已，真没想什么。书架上也有不少书，你也可以挑着。大晚上看到你手机还亮着，问你几点了，还骗我才凌晨1点。原著的前面和电影版差不多，女主虚荣、肤浅，爱慕上流社会，把婚姻当成跳板。我上班去了，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嫁给一个她根本不爱的沉默寡言的男人，然后出轨了。男主从外在条件和世俗眼光来看，是上流社会理想的婚恋对象。医学博士、细菌学专家，才华卓绝，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备受尊敬。他爱妻子，也就是女主，为了取悦女主，他刻意压抑了自己的智慧、爱好，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平庸的人，只为能离他的世界更近一点。主管，请假。手上几个项目节点都卡着，实在不好放人。就一下午，我女朋友生病了，我得回去照顾她。你女朋友有手有脚又死不了，实在不行你把她送医院嘛。多大点事儿就要请假。上次老韩的奶奶发葬，我都没批。小段女朋友病了，您放心，我已经在说小段了。就这点小事，成天想着请假，简直不把公司的规章制度放在眼里。闭嘴吧你！小姑娘这会儿身体不舒服，身边又没人，你还在这儿为难人家小段，怪不得你老婆要和你离婚。怎么还人身攻击呢？快回去，快回去，别让小姑娘一个人扛着，等她病好了再来公司就行。以后段燕的请假理由只要是有关女朋友的，别给我耽误，秒批就行。周总，这不好吧？这小子最近风头这么兴，不打压打压，回头飘了都敢骑你头上。我管他有的没的，他再给我谈个何总那样的合同，骑我头上拉屎都行。我去，怎么感觉段燕这小子跟祸国殃民的妖妃似的？段燕就是个纯纯的恋爱脑，为了他女友，二话不说的就签了卖身契合同。等到时候这小子成长起来，卖身契那快1000万的违约金，我都觉得拴不住。听说段燕的女友是护士，回头要不把他挖来，找个高薪悠闲的萝卜岗给他，把他伺候好了，纯当人质。你怎么又回来了？请假了。要帮忙吗？不用，你玩去吧。书看得怎么样了？你要问我读后感吗？说说呗，看看我俩的理解是不是一样的。我没文化，我说了不许笑我。我也只读了9年义务教育。就男主印象比较深刻。哪让你深刻了？恨海晴天的感觉。的确和我们之前看的电影版很不一样。电影里的男主，我只感到他对女主的爱和宽恕，小说里的情感会更复杂一点。电影版会更像好莱坞式的爱情史诗，原著里大量细腻的心理描写和讽刺旁白，比如沃尔特那句死的那个是狗，深刻意蕴需要读者反复品味才能领悟。电影把男主的爱恨修改成纯粹的深情，商业化的面向大众，想更直白一点。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上次还说你看不懂大道理，你看你理解的比我还多，都赶得上我看了这么多年书锻炼出来的阅读理解了。以后你可以多看看，要是对读书能提起兴趣就更好了，以后一起去深造学历。我还感觉男主像老婆养的一条狗，他恨的不是欺骗，是弃养，这里没理解对吗？我也不知道，有个早会不能送你了。好，你怎么不开保时捷？那是你的车，我又没说不让你开。你的就是你的，学了驾照赶紧开。每次见面都这么怕我，我又不是什么坏人。光天化日把人拖进车里，不是坏人是什么？你真的会和你那小男朋友分手吗？怎么总感觉你在骗？其实我就是怕，段燕人的确不错。等我和他分手，你说你又不一定对我认真，我到时候找谁哭去？听起来你还挺舍不得你这个小男友。又好看又能花钱，谁舍得？的确，那我岂不是显得有点空手套白狼？拿着。
想怎么用怎么用，别跟我客气。有命收，没命花，这几个字在我脑壳里砸了又砸。那我就不客气了。能给美女花钱是我的荣幸。我早知道季川是笑面虎，内里就是个斯文败类。要是不知情，我怕是真会甩了段言跟他走。可我始终搞不懂他到底想干什么。若真是因我长得像许念，拿我当替身，那上辈子他也没因这张脸手下留情，还不是说淹死就淹死。我上班要迟到了，把我放在路边就行，我自己进去。顺路，送你到门口。去死！这么急着跑做什么？我又不会吃人。不会吃人，会杀人啊，大哥！来上班了。刘姐，走，赶紧换衣服去。今天来了个加急的复查，特需那边要人。我走了，乔乔，晚上我来找你。不去。哦，去呗，也可以把你小男朋友一起带上。这就是我一朋友。男人的话别信，彩礼能多要就多要，到手的才是真的。好，我知道了，咱先不说这个。反正撑着男人还爱你的黏糊劲儿，使劲薅钱就行。感情季川不是不提这件事情，而是要和我秋后算账。你怎么了？崴脚了？没事，就是踩滑了。肿倒是没肿，你这几天怎么老出状况？走路踩滑，嗓子发炎，一会儿精神蔫了吧唧的。我说你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可能最近运气不太好。行了，你先去护士站坐着歇会儿，等会儿特需那边来人了，我叫你。走路慢着点。季川要和我算账了。啊，这事怎么办？你想个办法呀！我打电话来就是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办法，你倒好先问我怎么办。我被他关了1天1夜，出来浑身都是伤，我家里人都吓坏了，问我为啥跟踪季川，我也不敢说。跟踪是你去的，被抓是你被抓的，手机也是你丢的，你现在跟我说你没办法。今天下班之前你必须给我想个主意出来，不然我就把锅都甩你头上。我不知道季川知道多少，只知道我今晚上肯定没好果子吃。今天同事要一起吃饭，你不用来接我了，你自己先回去吧。几点？说不准，你别等。新手机帮你买好了，等你回来。什么颜色？橙色，你上次在网上截图给我的那个颜色。我自己都忘了，他倒记着颜色，我很难过。等我回去，也不知道有没有命用。段家那边的剪彩，他们旗下新项目的落成，晚宴的邀请函我给你弄了2张。你也知道，这种场合能进去的非富即贵，能在里面认识几个人，回来以后这圈子门路宽多了。带你那小女朋友进去，拍几张照片，高端上档次，她指定高兴。好，小段，你知道你这种场合里认识哪些人最值钱吗？段家那位老爷子，据说身体1年不如1年，可集团连个能接手的直系血脉都没有，底下的人天天都在站队。这种局面，谁能走进这个圈子才叫机会。我明白。不过你小子以后要真飞黄腾达了，可别忘了我啊！我能飞黄腾达什么？周总，你公司都快上市了，我再厉害也不过在你手下混口饭吃。我是真的不想下班，我有点想哭。不开玩笑，这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不想下班。这家伙见我一次换一辆豪车，我看着这车简直忍不住羡慕，下辈子疯狂接季川的投胎运。上车。如果我现在掉头，这个疯子绝对干得出直接把电话打给段燕的事情。去哪儿？带你去见见世面，顺便聊聊你让我很感兴趣的那些小动作。化成灰我都认得。季哥，这玩意儿太碍眼了，扔海里喂鱼怎么样？
这长得……哟，川哥今天兴致不错啊，哪儿找来的这么水灵的姑娘？昨天城南那块地皮的竞标最后怎么说？老爷子没再发难吧？吃点水果，看你吓得脸都白了。他们有那么可怕吗？等不了多久，段燕认祖归宗，成为京城第一财阀的唯一继承人。到那个时候，这帮人绝对会像嗅到肉骨头的狗一样。他们随口跟段燕提一句：“那我这几个月来苦心经营出来的贤惠人设，直接在一瞬间彻底崩塌。”分手费，即使是到了我的手里，段燕都能被气得找我要回来。城南那块地，王家可是下了血本想截胡。季少，咱们那份标书的底价是不是得往下再压2个点？压什么？王家现在的资金链早就断了半截，不过是虚张声势。明天直接把底价往上抬3个点，让他们陪跑去。季川在医院门口堵我，明明说的是要跟我算萧乐跟踪的事情，可把我拉进这个乌烟瘴气的包厢后，就把我晾在这。足足半个多小时里，我就像个被判了死缓的囚犯，每一秒都在等待铡刀落下。这种钝刀子割肉的折磨，比直接捅我一刀还要让人崩溃。季少，我能不能先走了？走什么？你们聊的都是公司的大项目，这些机密是我这种外人能听的吗？死人有什么不能听的？逗你的，看你怕成这样。你到底想做什么？去，开3瓶白酒拿过来，把3瓶白的喝完。你让萧乐跟踪我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我深知自己的酒量，平时喝2杯啤酒都能醉得找不着北。这要是3瓶白酒灌下去，别说走出这个包厢，恐怕直接就得进急救室抢救了，会喝死人的。喝不死，我让你喝做什么？婉清，你又来这种地方干什么？哎呀，念念，你就当陪我放松放松嘛。我听说这家会所今晚新来了几个超级无敌帅的男模，那长相那身材简直绝了。我特意带你来开开眼界，见识见识什么叫人间极品。这几瓶酒可拿准了，赶紧送到顶层包间去，千万别怠慢了季少。念念，你听见没？季川居然也在，哎，真巧，刚好找季川玩玩。我记得你也挺久没见他了。算了吧，你不是要点男模吗？他肯定和一群人在一起玩，怕你放不开。这有什么？搞得那群人多正经似的，换女人跟换衣服一样勤快。哎，季川在哪个包间来着？哟，川哥今天这是手笔够大啊！小丫头，季少亲自赏你的酒，这可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我不喝。乔乔，不乖是要受罚的。哎呀，里面好热闹啊！季川，你们又在搞什么好玩的新花样？季川，婉清，你先扶他出去，好好清理一下。哎呦，念念，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啊！大家都是出来玩的。滚开！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来拉扯我？段老，许家虽败，但名下的码头和商号仍有30%利润。若能得段家庇护，这些收益足以成为投名状。我不会改姓，也不会分走段家任何财产。
跟在段守正身边，耳濡目染的学了很多东西，把许家剩下的那些企业经营的井井有条。平日里，他极少参与京圈那些乌烟瘴气的声色犬马，只是低调的做做慈善，搞搞公益。手劲儿挺大呀，打疼了没？他怎么惹你了？玩玩呗，你生这么大气做什么？几万块钱一瓶的酒，多的是人想喝还喝不到。你最好赶紧去把酒醒了，以后别成天学着那些地痞流氓，净干些欺男霸女的下作勾当。你不嫌丢人，季家还要脸面。行行行，咱们小公主亲自发话了，我哪敢不听？今天就玩到这儿，都散了吧。季少，您的脸都肿了，我去给您找点冰块敷一敷吧。要不咱们去楼上的客房，我帮您好好揉揉。今天没兴趣，滚！季川以前不是这样的，川哥，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不能喝还非要来这地方，你还是赶紧死心吧。季川心里有人，你这种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他就算现在看你一眼，回头转身就忘了。你去跟季川说，让他放过我就好了。什么意思？清醒了就走，别在这里待着。我想去谢谢刚刚那个带我出来的女生。能不能？谢什么谢？她顺手而已，你也别想多了。攀高枝这种事情，我劝你省省。人家是什么来路，你是什么来路。行行行，天龙人，我走了。念念，你刚刚跟季川说什么了？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有那个女的，你们认识？你犯不上为了个不熟的人，把和季川的关系搞僵了。我之前见过他，不像是自愿来这里的。说句不好听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多了去了。你跟季川那么多年的情分，就因为信了一个只见过几次面的外人，给他来了那么响的一下，他以后还会不会搭理你？你想过吗？无所谓，我是说真的，你把季川惹恼了。婉清，那个女孩子满脸都是泪，你哪看出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她能来这地方本来就心思……你是不是喜欢季川？念念，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我怎么可能喜欢他？我看你一直为季川说话，还以为你对他有意思。真没有。没有就好。季川现在是什么德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虽然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有几分总角之意，但他现在已经和我不是一路人了。其实季川这副样子也是因为之前那件事。好了，不说他的事了。这家会所新来了几个长得不错的男模，带我去见识见识吧。我们玩一会儿就回去。行，咱们去挑几个最顺眼的。姐姐，我给您倒杯果酒润润嗓子吧。婉清，你说小新当年有没有可能还有什么流落在外的同胞姊妹？我就是随便说说。不是，我是说你这话其实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念念，小溪当年是从山区抱来的，具体从哪儿来的，原来的档案早就残缺不全了，说不定她还真有个姐妹流落在外面。你实在是好奇，就去做个 DNA 呗。算了，你就当我随便和你唠嗑，我自己都觉得荒唐。小新都入土为安了，难不成真的为了我这点猜测去挖出来做 DNA 不成？是我想多了。喝酒了？被灌了点儿，就那么2口，还没缓过来，难受死了。以后这种要喝酒的局别去了，喝不了的就推掉。哦，把旧手机的数据转过去吧。那我就用这个了。你别用我的旧手机了，我也给你买个新的。咱钱多烧得慌。
有个晚宴，周总给的，说是段氏集团旗下新项目的落成典礼，场面挺大，我们去玩玩。上辈子应该没有这一出吧？我就说，段燕往上走以后，迟早会更早遇到段家的人和事情。怎么了？没什么，我看时间是周末，咱们难得放假，在家躺着吧。收拾一通出门好累哦。你就当去吃顿好的，拍拍照片发发朋友圈。那个，我最近进修那边挺忙的，周末可能要加班，到时候看情况吧。又加班？上次不是调休了吗？段燕起疑了，我其实就是不太想去这种高级场合，我去了会不会不太合适？我又不认识什么人，到时候站在那里像个傻子一样。有什么不合适的？而且周总说了，这种场合就得带女伴去，我一个人站才像傻子。租礼服也挺贵的吧？没必要为了吃顿饭花那个冤枉钱。礼服你不用操心，公司报销。完了，这条路也堵死了。不想去就不去吧，到时候只能我和周总去了。你们俩男的去怪怪的，到时候我看看吧，有没有时间。好。要吃夜宵吗？家里有啥？饺子、汤圆，还有个牛排。那牛排上个月买的了吧？应该过期了。没什么好吃的，点外卖吧。这个点都是烧烤了，找堂食店，别选那种15分钟出餐的，全是外卖店。吃了这么多年都没吃出问题，我眼睛没看到问题就是没问题。听话。不要，堂食店都排队了，要烤好久，送来我都睡着了。干嘛？我来给你点。不要！你真烦人！不给我就不吃了。求你了，你吃吧。你放开！别闹。买了，1个小时后送到。1个小时我都等着睡着了。反正还有1个小时，拿来干点睡不着的事情。你新买的呢？印子都淡了。辛苦了。吃不吃？不吃。我呢？还剩没剩？快来吃。看什么看？昨天就不应该在沙发那种地方嘶呼。段燕，你属狗的吗？抱歉。你自己来看看你干的好事儿。你要不咬回去？滚！这都能遮住？再说1个字，我就把碗扣你脸上。哪位？我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小荣，前几次给您做过银诊，您还记得我吗？就是那个嫌名片烫手，结了就塞柜子里的那个。段老先生，我以为过了这么久，您早把我忘了。忘你干什么？老头子没别的本事。怎么和段燕一样，嘴巴那么贱呢？段老先生那次检查完，我一直很挂心那几项指标，还专门去查了资料，想了几个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怕段老先子身边没有专业人提醒。这么殷勤，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等下还有个董事会，没工夫猜哑谜。是这样的，我和我男朋友刚好弄到了段家一个新楼盘的开盘晚宴邀请函，这不就想着，要是您老人家也去，我能不能厚着脸皮带我男朋友给您敬杯酒？哪个盘？盘龙。盘龙，记不清了。
是我们段家的产业。稳了，确实是段家旗下的，我们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弄到这张邀请函的，就盼着能在晚宴上见您一面。什么时候办？就在下周一晚上。那天行程满了，没空过去。哎呀，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男朋友这人特别踏实肯干，最近工作也很出色。我原本还满心欢喜的想着能把他引荐给您这样的大人物认识认识。我就是想着，要是有您提点两句，他以后肯定能飞得更高。我就盼着他能步步高升呢。怎么不怕他反头给你甩了？他要是真发了达就抛妻弃子，那还不如直接去死。回想一下上辈子，我明明用的是前世段守正亲自说出来的话来夸段燕，怎么是反向的效果？不，段老先生您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他值得更好的平台和机会，我想帮他一把。我比你更想找到凶手，但事实就是事实。段守正，你不配做他的父亲！滚！行了，别念经了。看你费了这么大劲的份上，那个什么盘龙的晚宴，去溜达溜达也不是不行。我说我去看看，你不是想让我见见你那个男朋友吗？完了，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我欲哭无泪，我怎么这么笨啊！行了，丫头，逗你玩呢。我忙得很，一个小楼盘的开盘晚宴，犯不着我亲自跑一趟。到时候能腾开行程再说吧，大概率是去不了的。好的，那就看您的时间安排，不勉强。如果有时间您还是休息吧，您看您忙成这样。行了，挂了。葛姐，干嘛呀你啊，一惊一乍的。葛姐，上次我听说你要去给你儿子求平安符，能不能帮我求个回来？你什么时候开始信这个了？最近运气不太好，想求个心安。行吧，举手之劳。要什么样的？保平安的还是求姻缘的？保平安。要那种最灵验的，开过光，最好再帮我求一个事业顺利的。不，求一个小人退散的。行，我都帮你求，你放心。老天爷、佛祖、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耶稣基督、贵圣沈尊神，麻烦各位了，让那个老头子忙起来吧，忙到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的那种。段董，下午2点半有个视频会议，3点45分城建局的刘局约了茶叙，晚上6点是和华盛那边的签约。下周一晚上什么安排？下周一晚上7点是和瑞丰集团的合作签约仪式，对方董事长亲自出席。这个项目前后谈了快半年了，双方都很重视。段董，您是想调整下周一的行程吗？算了，去不了就去不了。对了，让人再去查一下我儿媳妇那边，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所有亲戚，能查的都再查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是，我这就安排人去办。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说了有事打电话吗？电话哪有当面说来的有诚意？给你买的，那家新开的法式甜品店，排了40分钟的队呢，你尝尝。有病啊！不要，你拿回去自己吃。别这样嘛，我就是想请你吃个饭，联络感情。咱们现在不是盟友吗？盟友之间总得有点交情吧？我男朋友马上就来接我了，你赶紧走，被他看见又得挨揍。就5分钟就行。我就是想问问你和他的事情，我觉得你和他的感情已经够好了，你能不能别在我下班的时候聊这个？万一被他撞见，你怎么解释？就聊5分钟，等会儿太子爷看到我，你就说我还在骚扰你，大不了挨顿打。就5分钟，其实就是好啊，荣继秋，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跟我男朋友搞在一起，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你听我解释。解释个屁！我就知道你对荣继秋有意思，这下被我拍到了吧？
死渣男，不要脸！平时在装的跟朵白莲花一样，背地里勾搭我男朋友。朱小月，你他妈有完没完？什么事都没有，你不要在这里搞颠倒黑白的事情。乔姐都叫上了，心情去是吧？手机给我！不给！你别跑！你疼死我了！松手！今天你要是敢走一步，老娘就把这个视频原封不动发到网上，我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货色。我跟肖乐真的没什么，他今天来找我也是为了别的事，跟你想的根本不一样。为什么他给你买这么贵的新甜品？你以为我是傻子吗？看着像特虚那样，前几天还是踩他跟着刘姐。各位行行好，帮我评评理！我就这么一个男朋友，跟我谈了这么久，我把心都掏出来给他了。胡闹什么？我和他真是普通朋友关系。我很是绝望，有种把肖乐掐死我再一头撞死得了的冲动。季川那边的事还没解决，朱小月这边又给我在火上浇了一桶油。别闹了，再闹下去对谁都不好。先把视频删了，咱们回去好好谈。当时只是在强撑面子，或者是因为没有亲眼抓到现行，心里还存着最后一丝侥幸。那些云淡风轻绝对是装出来的。你段燕，你来的正好，这就是你当成心肝宝贝一样护着的女朋友。你每天在公司里累死累活的赚钱养她，她却下班了在这里私会别的男人，连人家送的爱心甜品都收了。这么帅，我去，这都能被绿啊！我要是有这样的男朋友，我绝对不会看别的男人一眼，好吧？事情绝对不是这个疯婆娘说的那样。我今天来找真的是为了谈正事。终于怕了吧？原来也有容继乔怕的东西啊！今天这事儿可是人赃并获，你还要继续装瞎，继续当你的冤大头吗？松手！真不是朱小叶说的这样。先不说这个，被捏疼没？滚啊！天杀的，这个世界上的恋爱脑能不能去死啊！虽然之前已经意识到了多厉害，但这还是第一次现场看到被训得跟狗一样的太子爷。今天开车来的，停在马路对面第2个车位。先去车里坐着，我说2句话就过来。到底怎么回事？这事儿跟荣继乔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自己贼心不死，一直在单方面纠缠他，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回应，每次都让我滚，是我自己死皮赖脸。你应该做好准备了吧？解决好了。我摊上荣继乔和段燕这2口子，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感觉自己像个结婚20年的中年无业妇女，掐着时间等，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等到的好日子。我到底哪点对不起你了？你非得去抢那个荣继乔的墙角？你知不知道今天这事儿害我丢了多大的人啊！老子平时带你吃香喝辣，买包买衣服，哪个月没给你钱？要不是你个疯婆娘突然跳出来发癫，我今天能平白无故挨这顿毒打吗？那你以后要是和荣继乔那个女人在一起了，是不是就要把我甩了？怎么着？听你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你是准备忍辱负重，心甘情愿留下来给我当小三儿？要是你每个月能再多给我几万块钱的补偿，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你脑子里除了钱还装了什么？我最后再给你解释一遍，我跟荣继乔就是普通关系，什么事都没有。刚刚在大街上，你可是亲口承认了你在单方面死缠烂打的追求他，那是有逼不得已的原因，让你别问你就别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今天不把话给我说明白，我就不走了。就你这张漏风的破嘴，我敢把事情告诉你，今天这点芝麻绿豆大的事儿，你都能嚷嚷的恨不得拿个大喇叭让全天下都知道。我发誓，我以后绝对把嘴缝上，我一定改，还不行吗？你告诉我呗。滚！拿着钱，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这扇门，别让我再听见你耗丧的声音。那个卡里面到底有多少钱啊？你再多问1个字，就立马把卡给我还回来。我怎么这么命苦？说不容技巧和肖乐到底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非得弄清楚不可。解决好了。肖乐一直在骚扰你，怎么不跟我说？我就是觉得你最近工作太忙了，每天加班到那么晚，有时候凌晨才回来，这种事我自己能处理，就没想着拿去烦你。是我的问题，最近太忙了，忽略你了，以后尽量早点回来。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忙你的，我又不是那种需要人24小时陪着的，你还是事业更重要。没你重要。还有没有别人骚扰你？没有了。没有就好。那个段燕，我跟你说个事儿，刚来京城那会儿，我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有人假装是有钱人来接近我，说要带我赚钱什么的，
当时我脑子进水，信了那一套。杀猪盘，以后别信这种套路，是不是被骗了钱？那倒没有，就是当时没反应过来。你年纪小，精力又少，以后别再接触这些人就好了。其实你以前的那些事情都不用和我说了，往前看就好。我就是胆子太小了，才一直瞒着你，对不起。不用道歉，等你再成熟一点，有了自己坚定的价值观，就不会被这些东西轻易引诱了。我现在还不算成熟吗？你才21岁，这个年龄，好多人还在大学里无忧无虑的读书，在学校里阿巴阿巴的犯傻，安心享受着父母的供养，每天除了学习，就是想着怎么玩，怎么花钱。你这种连社会规则都没摸透的年纪，成熟个什么？是啊，才21岁，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上辈子凄惨死去的那个夜晚，也仅仅只有21岁，才重生几个月。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至少在段燕被找回段家这段时间，我一定会对她好的。不要分手费实在是下不去这个决心，穷怕了，以后再也不可能会有遇到金圈太子爷的机遇了。这次不捞，就我这个臭德行，这辈子都发不了财了。所以现在对我，其实还不是最好的意思吗？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那你说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趁着我现在还在愧疚，你就少问2句，问烦了我揍你啊！那我姑且就自作多情的以为，你是想一辈子陪着我一起奋斗了。嗯。老板，这皮皮虾怎么卖？这是赖尿虾，320一斤，今儿刚到的货，新鲜着呢。这么贵？你这是不懂行，这个分量别家至少贵你20，我这给你算最实惠的了，再低了我这摊子就不用支了。那个小姑娘，看你诚心要，给你算便宜点，240，不能再少了。这个也来几个？这个就算了吧，我没做过。网上搜搜攻略，没什么难的。今天我想吃这个。我学会了。我要看到你对我好的诚意，以后我每顿都要吃到这种价格的山珍海味。不伺候了，你自己做。段燕怂恿我买的这些食材，好像都是自己喜欢吃的。好了吗？快了，你去坐着，叫你了再来端。我就是来喝点水。别见到你。见不了几个月了。不是说去看电视？看完了，没什么好看的。你炒的第一道菜是什么？番茄炒蛋，糊锅了。那后来呢？怎么练出来的？饿的，饿几顿就知道，菜做的难吃也比没得吃强。你以前在福利院的时候，有没有人对你特别好？怎么突然问这个？就是好奇，你对人这么好，肯定是因为有人对你好过才学会的吧？一开始问题这么多，怎么一下子不说话了？哦，
那以前是谁对你好？福利院食堂阿姨看我长得帅，会给我多要2块肉。我真是服了。我发烧的时候，阿姨半夜给我煮过姜汤，冬天会把她儿子穿不了的旧棉袄给我。我要是小时候认识你就好了，那我肯定天天给你带好吃的。虽然我小时候家里也穷，但是辣条和小黄卷干脆面还是买得起。辣条和干脆面，小卖部1块钱2包那种，你吃过没？没吃过。那我明天买给你吃。好。你今天怎么跟狗皮膏药一样？就是觉得你真厉害，从小什么都没有，自己一个人长大，也没人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做事，但你什么都会，还什么都做得你又别人好。想买什么？卡里的钱不够了吗？谢谢你。真是好奇死了，萧乐和荣继乔到底在搞什么勾当？昨天一个脑热，一不小心得罪了荣继乔。看萧乐对荣继乔那屁颠屁颠的样子，荣继乔不会让萧乐甩了我吧？朱小月，你跟我来一下，有件事通知你一下。什么事啊？林院长今天早上做的决定，你的劳动合同到这个月底终止，不再续签了。什么？院长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来上班了，这个月剩下的工资会按天数折算，月底打到你卡上。我犯什么错要辞退我？上头有人打了招呼，指名道姓的让院长辞退你的。谁啊？你问我，我哪知道？你自己想想，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吧？得罪人？我最近得罪了谁？脑子里这几天的事情翻来覆去的过了一遍。荣继乔这个女人，表面上一副人畜无害的小白花模样，心眼子比谁都多。萧乐，你是不是跟荣继乔说什么了？他是不是让你帮他搞我？干嘛？这娘们又发什么癫？你又在搞什么？你能不能别成天没事就作妖？我被辞退了，说是上头有人打了招呼。你说这不是荣继乔干的，谁干的？他肯定找你告状了，对不对？你就帮着他把我的工作给搅黄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你们诊所的人，我闲着蛋疼才搅黄你工作。朱小月，你有没有脑子？我昨天被人打得跟个猪头似的，你以为我现在有精力管那些破事？我连床都下不了。那你解释啊，你倒是跟我解释清楚，为什么偏偏在我得罪了荣继乔之后，我的工作就没了？你也太巧了吧！老子懒得和你说，你自己最好想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别又是你在外面嘴贱惹了谁。你要是影响到我，我让你好看。别不是段燕已经悄咪咪回归段家了吧？如果真是这样，那朱小月被辞退的事情就理所应当了。既然已经回了段家，那为啥还要跟荣继乔在出租屋里吃苦啊？难不成他在试探荣继乔到底是不是真心对待他这个穷小子？我操，还是太子爷玩的花！我知道了，荣继乔是不是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小护士？他是不是实际上家里巨有钱，背景特别硬？得出的结论还不如不思考。我就说嘛，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了。一个中专毕业的小护士，凭什么能进3甲医院进修？凭什么考核的时候能压我一头？凭什么走到哪儿都有人帮他说话？还有段燕，一个大男人对他死心塌地到那种程度，别人都说他被人出轨了，他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你说这正常吗？荣继乔根本就是个隐藏的富家千金，对不对？我就说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殷勤？他是知道荣继乔的身份，才那么死心塌地的。有的时候我很喜欢朱小月的蠢，没那么多心思；有的时候又因为她的蠢脑子而感到力气，至少可以避免她去荣继乔那，又给我惹麻烦。对，就是这样，这都能猜到。那是。那现在你都知道了。荣继乔在和段燕玩县城文学出租屋 play， 你也别脑残，辞退的事儿自己憋着吧。萧乐为什么不早和我说，害我出了这么大的丑？以前荣继乔还在诊所的时候，我还成天在他面前秀优越感，秀萧乐有多疼我，秀萧乐给我买什么新款包包、衣服、首饰、名牌。我想着荣继乔这个中专妹没见过世面，每次都要拿到他面前去炫耀一番，太尴尬了。荣继乔指不定怎么在心里嘲笑我。天杀的萧乐，抱大腿居然不叫我，这比被荣大小姐搞得没工作还要难受。上次那件事，虽然她那位天龙人闺蜜阴阳怪气我，但我是真的很感谢许念。要不是没有许念帮忙，我指不定要被季川折磨成什么样。我甚至连对方的全名都不知道呢，只听天龙人闺蜜说叫念念。这个乡镇卫生院的床位数对不上，上次实地走访的时候，院长说是12张，但这里登记的是8张，可能是临时搭创，没来得及更新校账。这次下去的医疗物资是按床位数配的，差4张床，药品和耗材的缺口不小。这些山区的卫生院校账管理一直是个老问题，有时候连个固定的档案柜都没有，资料散的到处都是。下次再来。小荣，你来了，文件呢？放桌上了。辛苦辛苦。对了，我记得小荣就是贫困山区出来的，他老家那边的情况他应该比较熟。你要是有什么山区上不懂的问题，可以问问他。你们山里的那些村子大多都通了路吗？车子能开进去那种？大部分通路了，不过有些不是水泥路，就是碎石路。有的时候雨下久了，有的村子会断路，外面的车进不去，里面的人也出不来。如果进山的话，一定要看好日子。断路的时候，村民看病怎么办？但那种路通了，地方的赤脚医生有时候就是村里年纪大的懂点草药的老人，能处理的东西很有限，所以医员车队进去就是个问题。冬天的时候，有些地势高的村子路面全是暗冰，别说车了，人走路都打滑。我听我奶奶说，早些年冬天要是摔断了腿，就只能绑2块木板先撑着，等开春路化了再去镇上看。是会上点药吗？
有用吗？早年对这类植物还没禁得那么严，他们会用相关制品止疼，绑木板也只是怕骨头在位移。我小时候见过一个伯伯就是这样，绑了一整个冬天，后来去镇上拍片子，骨头都长歪了，一辈子瘸了。堂姐，这题太难了，真笨啊你！大概就是这些了，其他的我也不太了解，毕竟离开山区好多年了，很多情况可能已经变了。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张婉清说的对，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太多了，不能因为几分相似就自作多情的往故人身上套。但我就是想问问荣护士，你有没有什么姊妹之类的？有啊。真的？是真的吗？叫什么名字？比你大还是比你小？比我小，我记得叫什么云，不过我们不太熟。你前面说的那些信息非常有用，不过我好像中间有一小段没记住。你哪里没记住？不着急，今天耽误你太多工作时间了，我们先加个好友吧，回头有时间了再慢慢聊。现在就可以问，我今天下午没什么事，不耽误啊，我的大小姐。这位大小姐是真没上过班，真的不耽误了。我以前那些朋友圈全是各种假货，蹭照，P 的连亲妈都不认识的自拍，那些曾经精心编排的内容，就这么毫无防备的、赤裸裸的暴露在了许念的眼前。完了完了，这下真的成小丑了。等拿到分手费，回老家安顿好了，过上真正的好日子了。到那个时候再发朋友圈装逼也不迟。到时候我全发真的奢侈品。好。对不起，朱小月，你有病啊！你是不是专门蹲在这里等着把我吓出心脏病的？你到底想干什么？上次闹得还不够大。我知道上次是我不对，我今天来就是专门跟你道歉的。等下，这什么情况？朱小月道歉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比太阳从西边升出来还离谱。按照朱小月的尿性，我骂他一句，他能回正10句，这其中必定有诈。是萧乐把他收拾了？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居然会跟人道歉？我怎么记得上次你在一群人面前指着我鼻子骂狐狸精的时候可威风了呢？怎么被人教训了？现在知道怕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上次差点把我工作都搅黄了。你知不知道那些同事现在看我的眼神有多奇怪？我好不容易才在进修这边站稳脚跟，被你这么一闹，背后不知道传了多少闲话。我道歉了，我也得到教训了。工作的事情你就放过我呗。什么工作的事情？就是诊所那边辞退我的事情。我知道你肯定是为了上次的事情生气了，我确实做的太过分了。你想让我当牛做马都行，别让诊所把我工作开了啊！我都在那地方交了5年社保了。你被辞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懒得跟他掰扯这些有的没的。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季川那边的烂摊子，还有下周那个该死的晚宴。我说了不是我干的，你信不信随你。我心情还算凑合，你要是再磨磨唧唧不走，等你把我惹毛了，你别生气，别生气，我立马就走。这人到底是什么毛病？等很久了吗？刚到。刚才在门口跟谁说话？朱小月跑来跟我道歉的。他道歉？可不是嘛，我也吓一跳，说是他被诊所辞退了，以为是我搞的，跑来求我放过他。是你让人干的吗？和我没关系，是他自己作的。哦，难不成还是萧乐干的？当狗腿子，连自己的女朋友都整。我自己干的坏事就已经够多了，萧乐怎么比我还不是东西？你朋友圈怎么全删了？你怎么知道的？啊？就是点进去发现没了，我还能怎么知道的？你经常看我朋友圈啊？有的时候顺手就点进去看看了。
怎么了？听段燕这么说，肯定顺手不止1、2次了。当时我因为许念的点赞，搞得尴尬的要死，只顾着赶紧删干净，完全忘记了当时有些朋友圈有没有屏蔽段燕了。关键是好多条那种钓鱼意味很明显的朋友圈，更别提我删朋友圈的时候，还看到好多自己曾经拍的擦边照片，我想死的心更强烈了。现在在3甲医院进修嘛，同事和领导都加了我微信，我一个中专学历，好不容易挤进去的。朋友圈里要是放那些炫富的东西，万一被有心人看到了，说我一个进修护士生活这么奢侈，搞不好还被举报。其实拍的挺好看的，删了怪可惜。这么大杯奶茶放你边上，再不喝冰都化了。好喝，谢谢。是我罪有应得。怎么了？从刚才就魂不守舍的。没有，走吧走吧，回去做饭。你在干什么？给你擦鞋啊，今天正好有空。那我去做饭。没事，我记得你每次回来都要加班，你先去吧，我随便炒2个小菜就好了。确定了，这丫头心里有鬼。这么快就炒好了？刚刚你的菜一下锅，我就闻到香味了。你是不是看中什么东西了？啊？没有想要的吗？我看你搬家以后就没买过什么包包首饰了，我明天陪你去买，下个月的提成也发你，我自己留1500。我真的有这么恶毒吗？搞得段燕花1500，还要给我打报告。我没有想要什么东西。没事，我直接给你买，是我不对，好久没给你带礼物了。好吧，我的确是有这么恶毒，我只会在花钱时讨好段燕，段燕能得到我好脸色的时候，永远只有付款的前后几秒，我又没办法解释真正的原因，我只能硬着头皮否认。真没有，我就是觉得你最近太辛苦了，想对你好一点。那个段燕，你之前看我朋友圈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就是那些文案啊、照片啊什么的，你看了之后有没有觉得很奇怪？确实有点奇怪。那个，其实是因为我当时……你发了那么多条朋友圈，怎么一条都没有和我相关的？你是不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有男朋友？原来这位爷压根儿就没往那个方向想。不是不想发你，你平时这么忙，我以前也大多都是白天出去，哪能拍得到你？我现在拍一张。不用，我就是随便一说，我也没什么好发的。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的确没什么好值得官宣的。好看吗？挺好的。发了，以后都发你。你发你自己就好，不用发我。段燕，你那件外套要不要我丢洗衣机里？看什么呢？这么入迷。段燕，你是不是在看我发的朋友圈？没有。真的吗？你那张照片拍的不好，光线不对，我在研究哪里有问题。哦，你发你自己就好，不用发我。荣继强，本来明天想给你带个包，再说一句就没了。好，我不说了，你继续洗碗吧。怪不得这段时间季川都没来骚扰过我。不过许念又敢打季川，还敢警告他，哎，肯定家世很牛逼。果然天龙人还得天龙人才能治，怪不得她闺蜜要警告我别去找许念，生怕沾上他一样。你什么毛病？这个点打电话来干什么？我和段燕在家呢。乔姐，你听我说，有屁快放！段燕已经背着你被接回段家了。你说什么？我找了好几个圈子里的人打听，段守正前段时间又重新派人去查他儿媳妇的下落，而且查的力度比以前大了不止1倍，指不定查出了以前遗留的线索，还有朱小月被辞退的事情。总不能是你干的吧？我也没干，那还能是谁？他肯定已经回段家了，拿到了段家的资源，才能这么轻松的帮你出气。完了，他不会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吧？乔姐，你听我说，段燕回到段家以后，用特权处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帮你出气，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说明他爱死你了，都回到段家当太子爷了，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你。这种男人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你怎么不说话？你说你是不是该开始准备了？等段燕正式公开身份，你就是段家的尊媳妇了。到时候你可别忘了我啊！我这段时间给你当牛做马，挨打受骂的，你得给我安排好。我也不贪心，就跟段燕说一声，给我家公司批几个段氏集团的供应商供名额。滚！你看不出来
来我不是什么好东西吗？等我嫁了段家，第一件事就是卸磨杀驴。如果段燕真的已经被接回段家，那他为什么还住在这里？段燕要是被认回段家，肯定也和他未来老婆相逢了。他未来老婆是还没说这件事情吗？现在段燕又表现的一切正常，又不像是已经知道自己身世的样子。萧乐的消息来源到底靠不靠谱？他脑子一向不好使。但万一呢？万一段燕真的已经知道了一切，只是在装作若无其事的试探我？荣技巧吓成这样，我在想是呢，你突然出生，能不被吓到吗？床头堆的衣服我拿去洗，哪件是不用洗的？黑色那个薄外套。那个段燕，我想跟你说个事儿。说吧。就是你的工资卡，我要不还你吧。就是我这段时间上班也有工资了，虽然不多，但日常开销够用。你的钱你自己留着，万一公司那边有什么需要应酬的地方，手里没钱多不方便。而且我算了一下，之前给我的那些钱，我其实没怎么花，大部分都存着，我一直在花我自己的工资。为什么不花？我之前不是说了吗？想对你好一点。你每天这么辛苦，钱全给我了，自己连顿像样的午饭都舍不得吃，我心里过意不去。而且我现在也在努力工作了，不能老是花你的钱。谈恋爱是互相付出，而不是单方面的。干嘛？想看看你脑袋瓜子里到底装了什么。我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吃食堂、穿工服，连理发都是楼下那个15块钱。我现在有工资了，虽然不多，但够我自己花的。你是不是觉得有一天我不要你了？我没这么想。你要是真想对我好，就别跟我算这些账。我不是在算账。你不是在算账，你是在给自己留后路。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够好？能不能多信我一点？能不能多爱我一点？荣技巧，我真的搞不懂你到底在想什么。我出去走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些数字已经烂熟于心了。10万、15万、11000，拿到手的才是真的。他这种天之骄子和我不会是一路人，更不会属于我。要和这么好的男人分手，伤心难过一下是正常的。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的。你今天不上班吗？不去了，我去买个菜。啊？女朋友都要跑了，还上什么班？自己昨晚倒是睡了一个整觉，数完钱之后给我睡美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昨晚那番话能引起他这么大的反应。你先去上班，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我没有要走。不就是花你的钱？我不知道你会这么介意。你要我花，我绝对花。我今晚就去商场。真的？真的，真的。那我晚上来接你。好，好，好，快走吧。跟哄小孩似的。他在怕什么？我想不通。我把能给的都给了，工资、耐心，可他好像一直在防着我。防着什么？防着我有一天突然变心。文燕，何氏那边的2期方案，你这边进展到哪一步了？东区结构优化的部分已经出了初稿，明天上午能交。小段，等等，你今天开会的时候眼神飘了至少7、8回，怎么了？何氏2期的方案遇到什么麻烦了？周总，你说女朋友突然不肯花我的钱了，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好事吗？说明她懂事了。你怎么还不开心？你这个想法不对。一个女人开始不再依赖你的钱包，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这说明她在成长。与其在这里想东想西，不如带她去干点正经事。那个晚宴记得带她去把礼服选了，到时候她漂漂亮亮的拍个小照片，吃个小蛋糕，你再买个小包哄她，保准能哄好。差点忘了跟你说，刚刚我秘书那边接到消息，据说段董事长本人要亲自到场。到时候我给你点他的资料，你看一下。咱们公司能刷脸卡就刷。你能不能有点反应？段守正，段氏集团整个京城最顶尖的财阀掌舵人，他老人家亲自到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咱们公司要是能在他面前露个脸，拿到点从他指缝里漏下来的一点好处，往后的路能宽出一条高速来。到时候那么多人去刷脸卡，我挤得进去吗？看不起谁呢？到时候我也跟去。你周总，我当年在建材市场抢货源的时候，连300斤的东北大哥都挤不过我。段哥，周总让我把这个给你，段老董事长的资料，辞退那个叫朱小月的护士的事儿，周总那边处理完了。好，帮我谢谢周总。但是段哥，那个小护士到底是怎么得罪你的？周总还说你为了这事儿主动许诺今年再给公司多拿一个大项目，一个小护士而已，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惹了我女朋友。我其实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我真的为荣技巧好，应该放手让他去找一个能给他更好生活的人。萧乐有钱，季川更有钱，但就这2个货色，除了有钱还有什么？不就是钱和地位？没有人会再比我对荣技巧更好了。一群傻逼不配让荣技巧惦记。
荣继桥之前答应过我的，1年不分手，那就代表我还有时间。我知道周广林只是自己当下的一个跳板，有了门路，有了创业资本，我迟早要离开这个地方。自立门户来钱是最快的。荣继桥嘴上说不在乎，但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太清楚了。他喜欢漂亮的衣服，喜欢精致。等很久啦？没有，系好安全带，去买包，顺便去选礼服。哦，对了，我差点忘了，去就去。先不说段守正大概率不会来，就是来了，自己在也比不在好，而且还能看看段燕和段守正有没有互动，段燕到底回段家没有。虽然这个几率有点小，去那么贵的地方，反正报销，你替资本家省钱。那我要最贵最好看的。2位好，请问是有预约吗？这边请。我们已经根据您提供的尺码和场合，提前挑选了几套备选款式。你知道我的尺码吗？床上摸出来的。2位有什么疑问吗？没有。谋杀亲夫。好看。会不会太露了？我怕裙子掉下来。掉不下来。真的假的？你帮我看看是不是在往下坠？腰线纤细，版型贴合的，没掉。真是细的鞋在这胡说八道。我扯不下来。好看，就这件吧。不要，裙摆太夸张了，我还是选刚才那条水蓝色的鱼尾裙吧。就水蓝色那条，帮我包起来吧。这礼服真不是人穿的。唉。我去上个厕所。鞋跟高，慢点。段守正那个老头子日理万机，10几个亿的生意等着他签字开张，一个破楼盘的剪彩晚宴，他有病才亲自来。神学加持，双重保险，稳了。我以前蹭过不少高档场所，自以为见过不少世面，但那些和眼前这个场景比起来，就像是路边摊儿和米其林3星的差距。富贵迷人眼。这就是小荣吧？幸会幸会。周总好。别叫周总，叫哥就行，都是自己人。小段儿，我先去那边转转，老刘和王总都在，我先过去打个招呼，混个脸熟。你先带小荣逛逛，吃点喝点。我很想留在这种地方，但又惜命。走，再去看看那边有什么好吃的。最后一个。别吃太多甜的，晚上睡不着。段董到了。真的假的？段董亲自来了？他不是说行程排满了吗？不是说大概率来不了吗？我再也不信任何神仙了，根本不灵。段董，好久不见！段董今天能亲自莅临，真是蓬荜生辉啊！段董气色真好，看着比上次见面年轻了10岁。段董，您是在找哪位？
不能让段燕和段守正碰面。我去上个厕所。你要去多久啊？吃坏肚子了，可能要久一点。还有这种好事？那你去吧。你自己找地方玩。等会儿我回来给你打电话。好吧，好吧。虽然有些不厚道，但我还是希望段燕最好能在厕所蹲到宴会结束，但不会拉脱水吧？荣小姐，段董想请您过去。我等会儿再过去行吗？我这边还有点……臭丫头，又躲什么？段老先生，惊不惊喜？怎么见到我不开心？段老先生，您真会开玩笑，我搞不懂段守正你说到底想做什么。你之前在电话里可是把那小子夸得天花乱坠，非要带到我面前露个脸。怎么，我今天亲自来了，他人呢？他去方便了。哼，懒驴上磨琐事多。既然他不在，你就跟着我。不，段老先生，我什么都不懂，跟在您身边怕是会给您丢人。丢什么人？我上次的提议不嫌你丢人，看你是想留在京城拿我给你安排的工作，还是执意要回那去赚那可怜巴巴的2000块死工资？那就打扰您了。等会儿到了段董面前，你千万别怯场，你的能力我是绝对认可的。等会儿我要是说的有什么不对，你记得帮我补充补充，就跟我俩第一次见面一样。我知道，分寸。好，等会儿我们就去那边敬酒，见机行事。那不是小荣吗？他怎么跟段董站在一起？他认识段董？小段，你女朋友跟段董是什么关系？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哎呀，小姑娘长得真标致，这身礼服可真衬你。他出来了。我在刚进门那排甜品台那边，就是百城孔雀开皮那个架子旁边，你出来直接过来找我。段老先生，不好意思，我肚子突然有点不舒服，可能是刚才吃坏了，我去趟洗手间。一个两个的都是这毛病，快去。谢谢。他明明说还在洗手间，他骗我，为什么要骗我？不是说在甜品台那边等我吗？怎么在这里？这就是你男朋友？不对，这不对劲。萧乐一个外人都能一眼认出段燕和段池的相似，段守正可是段燕亲爷爷，却对他的长相毫不惊讶吗？除非段燕真的已经背着我被认回段家了吗？在那之前那通电话，自以为得意的试探，费尽心思确认，段守正大概率不会来，全都是我在自欺欺人。段先生好。段董，久仰大名，我是鸿建工程集团的周广林。上次盘龙项目的竣工报告还是我们团队提交的，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鸿建，哦，有点印象。是，段董您日理万机，还能记得我们小公司，这是我们鸿建的荣幸。我们鸿建最近的业务突破，最大的功臣就是段燕，我们项目的骨干。前段时间何氏集团那个单子能谈下来，全靠他一个人搭的桥。年纪轻轻能拿下这么大的单子，本事不小。多谢段董，多谢段董。你上次在电话里把他夸成一朵花，确实有2把刷子，不过还差得远。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头要疼死了。小段儿，
你知道这张名片意味着什么吗？我在这个行业混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个层级的准入资格。妹子，你怎么和段董认识的？听刚刚段守正说话，这两人还私下里打过电话。刚才那个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在医院做引诊的时候认识的那个 VIP 病人。特需部的护士都不敢带他，几次把我推出去，一来二去就熟悉了。后来还说，要是以后不想当护士了，可以去找他安排个工作。我本来觉得他在吹牛逼，结果前段时间才知道他是以前新闻上看过的段守正。刚才他认出了我，我们就聊了一会儿。那就好。季强，怎么了？穿着这么高的鞋子站了半天，你先去那边休息区坐一会儿，我去甜品台再给你拿点蛋糕。好。失陪一下，我有个熟人要叙叙旧。姐姐用命给我谋活路，我总不能老是不信邪去找死。见了面能说什么？徒惹难堪罢了。荣小姐，非常抱歉打扰您。段燕先生到了，他想见您。我不想见。荣小姐，这个都骗到这份上了，不打算继续骗下去了？对不起，我……你现在骗都懒得骗了吗？没必要这样。你喜欢我吗？有时候觉得你是喜欢我的，但有时候又觉得不是，因为你每一次都能那么干脆，说抛弃就抛弃，头都不回。不和我谈谈吗？没必要。你到底有什么理由非得把我扔下？是段守正威胁你了？还是有人拿什么东西拿捏你了？我跟你说说，这2天我这边的事儿，段守正的人找上门来了。他跟我说我是段家的人，说了我的身世，说是你告诉他的。你找上他，跟他谈了个条件。我当时想跟着他走，至少能见到你。结果到了以后没有你。赵特助说你不愿意见我，我说行，那我等。等到最后我才知道你要走了。你应该开心的，想要的东西都有了，身份、家产，往后不用再过那种苦日子了。你和段守正谈了什么条件？500万。我给你10倍，20倍也行，或者你开个价我都给你。你会选我吗？不会。我猜到了，不是钱的事。我在你人生里就待了3年，无关紧要。你以后有自己的路要走，有你该有的生活。无关紧要？你觉得我们真的能撇清关系吗？荣继桥，我会恨你一辈子的。不该是这样的，他会拥有想要的一切，他不该为了我这样一个见钱眼开的骗子，卑微到连尊严都不要了。如果只有刻骨铭心的恨，我甘愿做这个十恶不赦的罪人，随你。去医院！你在哪儿？观澜会所。去观澜，开快点儿！来这么快？你发什么疯？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把荣继桥吓走是因为什么。都出去！行了，这么大火气做什么？
荣继桥走了，最大的受益者不还是你？我对段燕没那种意思，你别自以为是乱点鸳鸯谱。感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假如段燕不是荣继桥的男朋友，是别人的男朋友，现在他回归段家了，你能不在他身上费心思？你现在什么处境你自己清楚。许家那摊子事，段守正能护你到什么时候？要是未来真能跟段家继承人绑在一块儿，多少麻烦事一笔勾销，指不定还能让许家重回辉煌。行，你为了荣继桥能彻底对段燕死心，找那个叫萧什么的，故意去跟他说普通人和豪门之间那些事儿，这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还有，偏偏在这个节点跟他说他的身世，你什么意思？我也是为了大局考虑嘛。段燕照顾你，我去照顾荣继桥，各取所需，有什么不好的？你知道的，我对小新有关的任何事物都很上心，更别提还是小新用命保护过的亲妹妹。但我总不能为了她不顾你吧？她和段燕团团圆圆了，那你怎么办？那假如呢？假如荣继桥不是小新的亲妹妹呢？段燕回家之后，她会是什么下场？还能有什么下场？弄死喽？给你铺路。反正事儿都办完了，你想骂就骂，想打还能再来一巴掌，我不还手。但你要是想把荣继桥追回来，那我劝你省省，他走了就好好走，在外面有什么不好？只要段燕不知道他在哪就行。你到时候去哄哄老爷子，让他偷偷告诉你，你想去看他，不就是一趟飞机的事情？但事已至此，归根结底很大一部分原因，确实是因为我自己引起的，是我成了压倒荣继桥的最后一根稻草。平生第一次后悔当年骗季川的事情，要不是这样好好的荣继桥，哪能被吓跑？我本来也没有威逼他离开，不过就是推了一把。本质上还是他和段燕的感情不坚挺，说走就走了。你现在跑来怨我，我也很委屈。委屈你，委屈你爹！爷爷，我回来了。听说家里出了点事，我赶回来看看您。回来了就好，我在老宅，你过来吧。好。叔公好，伯母好。守正啊，这回真是天大的好事！是啊，孩子找回来了，段家后继有人。守正，我也不跟你绕弯子，段燕这孩子找回来了，我们都高兴。但是吧，我听说这孩子在外面有个女朋友的问题，是还没结婚就住一块儿。也不是说年轻人谈恋爱有什么不好，主要是吧，这个女孩子家庭背景，什么家庭背景，就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地方来的，都没读过几年书。段燕以后是要扛段家门面的人，身边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像什么话？出去应酬带着这么个人，别人怎么看段家？就是，市井气太重了，让人家笑话，难堪大任啊！恭喜啊！到底是你的孙子，那个女朋友的事情得趁早处理。门不当户不对的，迟早出问题。和我们段家交好的家族里，也有一些品行容貌都不错的。各位叔公伯母，我就是好奇问一句，两个人都是一路穷过来的，怎么到你们嘴里，段燕就是沧海遗珠，荣继桥就变市井小人，难堪大任了？怎么不一样？人家18岁就和他在一起了，被他养在家里，白纸一张，什么都不懂。按照你们说的，段燕这么厉害，什么都懂，什么都行，怎么不知道好好教教人家？段燕她自己在外面没混出名堂，还要拉着人家一个小姑娘，陪她在最底层的泥潭里吃苦受罪，只知道一味纵着人家在家里混吃等死。荣继桥再怎么不济，都是被段燕的蜜罐子惯出来的。段燕那么有本事，怎么不把她教成你们满意的、带出去有面子的大家闺秀？念念，你去看看段燕吧，听说她不太舒服，赵特主在那边，你找他带路。那我先去了。这丫头越来越没规矩了。许小姐，赵叔，爷爷让我去看看段燕。段少爷身体有些不适。什么叫有些不适？消化道出血，在机场吐血了。赵叔，荣继桥到底去哪儿了？在国内还是国外？许小姐，荣小姐的去向，老爷吩咐过，不能对外说。你是外人。的确走了，这是我能告诉您的全部。带我去找段燕。段少爷一直住在这里，和荣小姐之前住的地方。你打电话让他开门，我自己上去。
那是荣继桥画的。要我自我介绍一下吗？不用。我跟你说个事儿，刚才在段家老宅，你那些族里的叔公伯母们凑了一屋子人，你猜他们聊什么？聊荣继桥，说他出身低，眼界窄，没文化，带不出去，丢段家的脸。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敢这么说吗？他确实拿不出手，他确实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人脉，连在那种场合该怎么说话都不知道。这些都是谁造成的？段燕，你自己心里清楚吧？他本来就没有父母教育，也没读过几年正经的书，你从他18岁就把他养在身边，什么都替他做，什么都依着他。他不想出门，你就让他待在家里；他不想工作，你就养着他。一个正常人和另一半在一起，应该是互相带着往前走。你呢？你把他圈在你身边，让他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让我猜猜，荣继桥来京城以后，为什么突然出去工作了？8成是你这边的经济跟不上了，生活压力大了，他才出去找的活。他还拿到京城3甲医院的进修名额，中专学历拿3甲的进修名额，你知道这有多难？他天天说自己不聪明，脑子笨，但你逼他一把，他完全能自己养活自己。我有病，我知道。你要是有权有势，能让他无所事事一辈子也就算了，可是你没有。段家那帮族老，你最好心里有数，他们想拿你换利益，联姻是最快的方式。你要是哪天一觉醒来，发现床上躺了个不认识的女人，生米煮成熟饭，你哭都来不及。荣继桥的东西呢？他的衣服，他的东西，我收拾了带走。不行，他的东西不能动。神经病，有病去治病。我其实有点后悔提出国的事情了，现在甚至连说明书都看不懂。可留在国内重新参加高考，哪怕是绞尽脑汁的学，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一个3本，更何况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面对段燕。荣继桥对吧？我叫李佳怡，你叫我佳怡就行。你好，不好意思啦，我白天在导师那儿，只能忙完了来找你。来，先给你说说接下来的安排。还有你没有语言基础的话，就得先从 ESO 英语课程开始，然后还要就读大学学前语言班。你当时学了多久啊？我没去过语言班，我雅思9分直接入学的。雅思9分是什么意思？佳怡姐，你不用对我这么上心。不用不好意思，我本来就是安排来照顾你的，会有人给我付报酬的。段家有个人才储备计划，专门资助有潜力的年轻人出国深造，学费生活费全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了。现在已经是外大博士了，但是有条件，毕业之后至少在40岁之前都得给段家工作，签了协议的。对于我们这种家境一般没有裙带关系的，相当于定向培养嫡系吧，我来带你，也算是我的工作任务之一。嘿，哈哈哈。乔乔，对不起，明天我请你吃饭，吃好的，你想吃什么都行。别看了，跟我没关系了。我走的时候就知道的，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
上个月的量表数据和这个月对比，几项核心指标都在走低，情绪调节、社会功能、睡眠质量全部亮红灯。如果再不进行干预，1年内患上精神类疾病的概率非常高。我建议尽快安排系统性的心理咨询，1周至少2次，必要时需要配合药物和治疗，能很大程度缓解症状。他知不知道你来找我？不知道。行了，你先回去吧。后续的方案整理成文件发给赵特助。老赵，段董，段燕在哪儿？下午5点左右从公司离开的，司机送到半路，他自己下了车，说不用跟了。后来我们的人确认过，少爷回了原来的住处。备车。是。饭刚好，你们吃了没？要不要添2筷子？没做那么多菜，凑合吃吧。项目进度我看了，和季家那个项目的合作已经过了终审，下个月可以正式签约。这事儿你盯着点儿，别让下面的人在条款细节上出岔子。那边对付款周期有异议，坚持把 T+60改成 T+45，我没答应。你怎么想的？他们公司的账期本来就紧，如果不是那些有裙带关系的人从中作梗，季家的方案初审都过不了。如果他们继续坚持，那也没必要合作。我已经物色了别的合作方。谁？鸿渐。几十亿的项目，你倒是会知恩图报。我能在京城站稳脚跟，全靠周总提携。你自己看着办。不过季家那边看到手的鸭子飞了，可能会生事端，你自己小心。这房子你打算住到什么时候？没想过搬，这里太小了，照顾你的人住不下。我让人在东三环那边看了几套，你挑一套搬过去。不用，我自己可以，在这里我睡得着。我去洗碗。荣记桥的事不是我让他走的，是他自己提的，主动找上我，开了条件，把你的身世资料递到了我面前。我知道，他跟我之间的协议我没打算跟你细说，我答应他不会让你找到他。你要是有本事，就不会接停一架飞机都做不到。等你爬到我这个位置，你想做什么都不会有人再智慧你。我知道了。段先生，我们需要您配合辨认。昨晚溺水死亡，手脚都有束缚痕迹，是手铐，初步判断是他杀。最后一通电话打给你的，你没接。你和死者是什么关系？你为什么没接？你把乔乔还给我！你把他还给我！他好好的跟你来京城，你就是这么照顾他的？把我的孙女赔给我！对不起。来接我，去医院。您怎么了？哪里不舒服？需不需要我直接叫急救？叫吧。段先生，你胃黏膜大面积出血，加上长期过度疲劳，精神状态已经到了临界点。我建议你立刻办理入院手续，至少静养半个月。不用，明早给我办出院。你这个情况硬扛着，后果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反复出血，到时候就是进手术室的事了。知道了。段总，这边的情况要不要跟段董那边通报一下？不用。
上午10点是并购案的推进会，下午2点和宜宾的王总会面，晚上6点有个慈善晚宴，需要您露面。并购案换成视频会议，晚宴去露个面，拍完照就走。您之前在我们这里定下并要求寄存的那件白色礼服，不知道您是打算直接带走，还是等我们搬迁后继续寄存在新店？让人送到这里就行，会有人签收。段总，周广林周总今天来谈合同，听说您在，问问有没有空叙叙旧。已经在贵宾接待室等了快2个小时了。让他进来吧。段总，哎呦我的段总，你可算让我逮着了。周总，别叫周总了，你现在是我太子爷，我哪还敢当你的总？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一天。说真的，当时就觉得你这小子，嘿，段总不一般，结果真让我说中了。说句不好听的，要没有你，我周广林这辈子做梦都摸不到段氏的门槛。对了，公司上市的事情在筹备了，到时候我给段总留点原始股，不多，意思意思。不用，当初签的合同里该给的分成，走正常流程就行。那哪能一样？那恭敬不如从命。小荣那丫头真是捡到宝了，当初你俩在那个小出租屋里挤着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这小子将来肯定不是池中之物。你们年轻人不容易，当初一块从底层摸爬上来，这种感情搁哪儿找？将来日子只会越来越好。谢谢你的祝福。那我就不打扰你忙了，改日再聚。段总，慈善晚宴6点入场，您的座位在前排，主办方安排的，6点半左右就可以离场。还有一件事，今晚拍卖环节的名单我提前拿到了，您要不要看一眼？不用。燕哥，把茶杯还我。粉色的是我的，蓝色是荣继桥的。你有病吧？一个大男人用粉色茶杯？季家那个合作，你怎么说砍就砍了？季家让你来问的，你和季家关系倒是不错。表面功夫总得做，就像你今晚不也得来这种地方露个脸？那你在季家身上获利这么多年，打算就这么袖手旁观？如果不是形势所逼，倒是挺佩服你。不是利曲者，我做不到放着眼前利益不管，只凭感情用事。说实话，你才回段家，根基不稳，和季家闹翻不是什么好事。难怪季川这么暴力，你都没跟他闹翻。我知道季川对乔乔有威胁，我会保护好乔乔，就像当年堂姐保护我一样。所以你和季家对着干的时候，我不会在明面上出来搅局，但我也不会主动去和季家撕破脸。可私底下该帮你的，我不会含糊，这是我唯一能感情用事的事情。我的良心还没到被狗吃了的地步。只是聊到这个，就不由得想到梦里的那些内容，到底是不是未来？如果是假的，那些事又该怎么解释？回到段家已经印证了部分是真的。你有过和我联姻的打算吗？那倒不会，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原则还是有的。我没事抢乔乔的男朋友做什么？不好意思，虽然你们现在半分不分的，也不知道乔乔还要不要你。那梦里联姻的事情又是怎么发生的？这中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珀西·惹来的14行诗，别掀开这彩色的面纱的亲笔手稿，经过多家权威机构鉴定，确认为真迹。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正是毛在创作小说《面纱》时书名的灵感来源。毛姆将这首诗的节选印在了小说的扉页上。Lift not the painted veil which those who live。翻译过来是：别揭开这彩色的卫纱，它被活人称为生活。徐念说的对，是我把他困在这层所谓安全感和溺爱的表象里，让他在患得患失的自卑与自我怀疑中如履薄冰，如同书里的凯蒂一般。荣继桥完成了痛苦的蜕变与清醒，亲手撕裂了这层面纱，是自己在依附荣继桥，而非荣继桥离不开。280万，有请各位举牌。500万。
Ciao. Are you coming to the pub tonight? Not tonight. I have plans. 你那帮朋友在里面等着了，你们那桌我给加了几个菜。谢谢老板。Happy New Year！ 又收到乔的利是了，每年都有。乔，你是不是把这个月的社交预算全花在利是上了？ That's the tradition。中国人过年就是要发利是的。等一下，等一下，里面是多少？能不能当场拆？请便。Sweet， 谢谢谢谢，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又是乔发的，给我也来一个。你明天就回国了，到时候家里长辈给你发，比我这个多。那不一样，人家那是长辈给的压岁钱，你这是朋友的新年祝福，性质完全不同，不冲突的。拿去拿去。哎，开心不了几天了。怎么了？回去就得上班了呗。到40岁的合同啊，姐妹一眼望不到头。那可是 Dance Group 的工作哎，你知不知道我们商学院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进那家在伦敦的分公司？你回去就有现成的位置，还抱怨什么？就是，你还不知足。发展好是好，我承认。但打工就是打工，你们哪个上班族会觉得打工快乐的？而且我已经打听过了，我大概率会被分到老板的秘书部。秘书部是那个刚回来的继承人的？可不是嘛，人家才接手没多久，据说很能干，但也很难搞。我一个刚毕业的，上来就给大老板当秘书，你说我压力大不大？能当大老板的秘书还不好，以后升职肯定快。你不懂，秘书部那个位置就是前线炮灰，老板心情好，你出气筒。据说那位的脾气特别冷，不怎么跟人多说话，难伺候。老板，加一份干炒牛河。所以你的直属上司就是那个段燕？网上关于他的报道我看过几篇，长得是真帅。你到时候能不能帮我要个签名？你有病吧？人家又不是明星。我问你个事儿，你认不认识段燕？不认识。骗我呢？你肯定认识。好吧，认识，但不熟。真的假的？说实话，我一直有个感觉，你是不是段家的亲戚啊？什么亲戚？就是那种表亲、远亲，或者什么七拐八拐能扯上的那种。毕竟送你出国读书，还安排住处，这种规格可不是普通人有的待遇。好吧，我承认了，段家其实是我债主，我欠了人家的钱，送我出来读书，是想让我多赚点钱，早点还清。行行，债主，今年你毕业了，要不要也回国？我没打算回国啊，不回去啦？不了。留下来嘛，悄悄你留下来，回去多可惜。就是中国那环境，007是福报，回去能干嘛？小嘴巴闭起来，敲这么拼，指不定是想继续读个硕士。读书真的很痛苦，就我那垫底的成绩，能拿到3等荣誉学位就算我很厉害了。我学个英文，到能和你们正常交流，不用机翻都用了半年。我实在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第一次见我都觉得我冷漠，那真的是因为我英文不好。那你实在不行就答应 Edward 呗，人家是正儿八经的伦敦老钱贵族，家里那宅子比咱们学校图书馆还大，嫁进去每天就坐在壁炉前喝下午茶摸猫就行了。反正他追了你2年了，痴心不改，多好一男的。他那位贵族妈妈在街上碰见他给我送花，第一句话不是问怎么回事，而是说我个子小不好生养，而且他们家不接受混血，极大概率还要代孕，说是混血会导致家族的血统不纯净。你怎么不早说这个？我还以为……所以我说了，别给我乱牵线搭桥。来，这点笑点，下次再聚，下次再聚。Audrey 是我上学期做社会实践调研时在招聘 APP 冒昧加上的，她的从业方向正好契合我的课题。我鼓起勇气自我介绍请教问题，原以为会被忽略，她却认真回复，给了不少详实建议。调研结束后，我们仍有往来，我时常向她求教。我不清楚她的底细，只推测她并非伦敦本地人。我已经不太能精准算出两边的时差了。以前刚来的时候，随时随地都在换算，后来习惯了这边的节奏，那套属于京城时间的齿轮就慢慢生锈了。3年多了，在伦敦过了3个春节过了，每一年都是这样，跟朋友们热热闹闹吃顿饭，然后回到家以后安安静静待着。
今年爷爷奶奶应该在看春晚，堂屋里的方桌上应该还摆着年夜饭的残余，没收拾完的碟子碗筷。新年回来啦！我们刚还在说你呢，年后你那边是不是有几个大项目要推？我听说季家名下主营的那个公司的收购案已经到了最后一段了，在走流程。是这样的，我家那个小儿子，你那个堂弟，今年刚从美国读完 MBA 回来了，正在找实习。你看你那边能不能？收购案是机密项目，外面的人不方便接触。年后我们还要配合律师团做尽职调查，也抽不出人手带人。也不是说一定要进核心团队嘛，就是在你身边跑跑腿，学学东西。不太合适。工作的事儿不急，你这都20多了，该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吧？堂姑这边倒是有几个不错的姑娘，家世清白，学历也好，改天给你安排认识认识。的确，今年回国的旁支小辈里，我看有这些年轻人里和许念适龄的男生更多，条件不错，长得也能看。就刚刚堂叔家那个二小子很可以。堂姑、堂叔，等他的婚事尘埃落定了，我再腾出手来考虑自己的事情也不迟。念念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家那小子今年从沃吞回来的，各方面条件都不差。你看看，身材管理做得很到位。辛苦了，王叔，你先回家过年吧，后天再来。听说你妻子怀2胎了，恭喜，给你多封了年终奖。不辛苦不辛苦，谢谢段总。今天不是中国新年吗？是。那你为什么在工作？处理完这边之后，想怎么休假都行。你们中国人工作的方式我永远看不懂。不过我得说，段家的项目总是比别人快一步。你这么说，肯定有休假计划了。准备去歪国待一段时间。歪国哪里？伦敦还是乡下？我告诉你，歪国大城市的游客全是中国人。你要想真的……季家操纵市场的证据，从关联交易到内幕信息全齐了。你想要的那几笔资金流向的原始记录也在里头。说好了，好处3期开，你3我7。7给你，多出来的存到荣继桥名下的信托里。你怎么知道我给荣继桥开了信托？我不只知道这个，我还知道你去年就从老爷子那儿磨到了荣继桥的住处。他在外面不好吗？学业有成，也有朋友陪伴，该吃吃该喝喝，日子过得比跟着你的时候舒坦100倍。你为什么不敢主动给他钱？是他知道后压根就不会要吗？他这3年多没联系过你一次，你还不能明白你当年有多耽误他？再多说一个字，你1分钱都拿不到。送许小姐出去。是。说2句就破防。低压偏高，心律不齐。段总，这是极度高压和作息紊乱引发的急性胃痉挛，您的胃病很严重，失眠症也在加剧。这是您佩戴的监测手环最近2周的记录，深睡眠时长每天不超过40分钟，中间频繁没有完整的。您还有做噩梦和产生幻觉吗？有，我最近几天会休息。
李佳怡，我是杨璇，秘书处的，你可以叫我杨姐。跟我来。总裁秘书一共12个人，分内勤和外勤2个线。你是管培生，前3个月跟着我，该学什么怎么学，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我会一条一条教你。女秘书一般负责内勤和商务对接、行程排布、会议纪要、文件审批流转、来访接待、出差安排，这些全归内勤管。男秘书负责外勤，酒局应酬、项目现场对接，有些需要跑的差事。不是说女生不能做，是有些场合确实不方便，也是为了保护女员工。秘书处的活不好做，但做好了升迁很快。我在公司待了8年，3年前调到秘书处的，现在已经是副总监的职级了。集团的管培体系把你投放到这里，是对你能力上限的测试，跳板已经给你了，能借力爬多高，看你自己的本事。明白？先把这个看完，有不懂的随时问我。一会儿段总和几个总监开完会出来，我顺便带你去认个脸。我在伦敦就听过各种关于这位年轻掌门人的传闻，冷面、话少、工作狂，脾气不好说，但绝对不好惹。应该怎么站？手放哪儿？开口先说什么？要不要鞠躬？鞠躬会不会太夸张了？段总，下午4点和瑞银那边的电话会议，资料我已经放在您桌上了。5点半有个内部的项目进度汇报，参会人员名单在您邮箱里，您看一下有没有要调整的。5点半的会推到6点，把法务的老周也叫上。好的。上午市政那边来了个电话，说是关于东城那块提的规划调整听证会，问您能不能出席。让赵特出去。明白。他是谁？新人，今天第一天来报道。段总好，我叫李佳怡。歪大的博士是定向培养回来的，之前在伦敦。你第一天上班能不能稳重点？群消息都快被你刷成瀑布了。我已经在工位坐着瑟瑟发抖了。他就那样，不是针对你。好啊，乔乔哟。你还说你和段总不熟，快说你到底是何方神圣？不说我就拿着你照片去问段总了。你都被段总一个眼神吓得自我介绍都说不利索了，你还有胆子单独跑去问他？我会恨你一辈子。现在的段燕要是看到我的照片，估计连眼皮都不会多掀一下，大概只剩下上位者对一段不堪回首过去的无视，指不定还要把这股邪火全撒在李佳怡头上。我在他人生里大概就像一场慢性食物中毒，由此可见，我和段燕的确是孽缘。佳怡，别跟公司的人说你认识我，我和段燕不是多友好的关系，别给你惹麻烦。不是多友好的关系，骗了人家3年，卷了一笔巨款跑路，仇人差不多，不能再想了，再想下去，今天一整天都得废。请进。乔，有什么事？我想聊一下硕士申请的事。申请有难度，但不是没有可能。您是在安慰我？我不做这件事，有些像是有基础年，可以从那里走。要是不读硕士，本科出去找工作是不是很难？国内或许能行，全天候加班，你能接受那种节奏就直接回国试试。就是因为接受不了那个才跑出来的。你来这3年，你能在学校坚持3年，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很多。不要低估自己，可以适当再逼一逼自己。谢谢。去吧，期末论文的初稿下个月交给我，别拖。
Edward， 我说过了，别再送花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问你今晚有没有空 ？Claremont 新出了一套法餐的 tasting menu， 我订了2个位置。今晚和朋友有约了。明天呢？明天有课。后天？后天有论文要赶。花你收了吧，我再拿回去很没面子哎。好吧，没有下次了。我现在的目标很清晰，认真读书，把论文写完，顺利拿到硕士毕业证，然后找一份闲适的高薪工作，稳定下来以后，悄悄把爷爷奶奶接出来，到国外团圆，也许还可以买一套伦敦远郊的别墅，让老两口种种蔬菜，安安稳稳度过下半辈子。现在的心力实在腾不出多余的地方去应付一段新感情。这论文初稿，我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跟垃圾没什么两样。我要死了！这么痛苦吗？我们部门那个氛围，走路脚步声大一点都有人回头看你。我今天去茶水间倒水，杯子没拿稳，洒了几滴在台面上。旁边的前辈看我的眼神，我导师看到我论文初稿时候的表情一模一样。阿姨，你加油！我和我男朋友一起鼓励你。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秀恩爱？关键是 boss 那个人真的好难搞，你们知道他什么风格吗？就是那种你在他面前汇报工作，说了5句话，他只回你一个或者知道了，然后就没了，你完全猜不出来他到底满不满意，到底哪里要改。别想那么多，你才第1周，犯点小错正常。可是我怕给杨姐丢人啊，她带我出了问题就是她的责任。我觉得 boss 肯定已经把我归类到废物那一栏了。网上不是有很多关于你老板的采访和报道吗？你去研究研究他的喜好和性格。这我可以练啊！周1开始我就改路线，见到 boss 就疯狂彩虹屁。周姓合作商会来事儿，除了周广林还能是谁？段燕和周广林私交甚图，也只是因为周广林是他的旧相识。前段燕还经常和我调侃周广林不靠谱，这些营销号净胡说八道。这些破烂帖子要是真照着做了，别说讨好段燕，李佳怡周1过去就得被开。那些攻略别信，网上写的都不靠谱，你就踏踏实实做事，少说多做，活干好了才有用。尊嘟假嘟，尊的，你就和我说吧，你到底和段家是什么关系？你肯定也不忍心看我被折磨的要死不活的吧？行，我和你说，但你得保证烂在肚子里。你说，我是段家的私生女。你说什么？段燕是正牌继承人，我是见不得光的那个。她回来之后，我就被送走了，懂吗？所以你千万别在公司提我的名字，一个字儿都不行。我是被段守正董事长送出来，要是他知道我还在跟段家有关系的人来往，我完蛋，你也完蛋。我现在就想安安静静念完书，别惹事儿。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他的习惯，让你轻松一点，但前提是你得管住嘴。管，焊死都行。每次你们说中文，我们就像个局外人。Girl talk。他不怎么喝咖啡，习惯喝温水。你要是想讨巧，直接帮他把温水续上，比什么都管用。记住了。还有呢，做错事儿别甩锅，老老实认错，下次别人同样的就行。他最烦找借口推卸责任的人。他其实挺爱吃川菜，京城城南有一家老字号川菜馆，叫川香居。如果有机会给他订餐，可以试试。今天中午段总没有外出安排，在办公室吃。你负责订餐，11点半之前送到就行。好的，杨姐。你给段总订的什么？川菜？不是和你说了段总有胃病，重油重辣的他不能碰。之前我们订餐都是清淡为主，你这啊？怎么了？你自己进去说。段总，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不吃川菜，我这就去换一份。没有不吃。哪家店的？城南的川香居。不用重新订了，你放下走吧。没事儿。没事儿。哪家店的？等下你进去收拾的时候，看看段总吃了多少。吃得多的话，就记到段总的饮食里。乔乔，你是神！杨姐都震惊了，你知道吗？她跟了 boss 3年都不知道他喜欢吃这家的川菜。快，你再和我说几个 boss 的喜好。他不喜欢别人身上香水味太重，不过他办公室的熏香可以换成木质调的试试。下周5截止，我还差最后1张，感觉来不及。来得及的，有问题随时问我。
Audrey， 我差点忘了面试的事儿，现在出门来不及打字了，等我面完回来跟你说结果。Audrey， 我差点忘了面试的事，我现在正往车站赶，可能会晚点到，你别着急啊。我想在假期积累正式的工作经验，行政类岗位适合我现在的时间安排。还有一件事，我想提前说明一下，虽然是 Audrey 介绍我来的，但我希望你们按正常标准考核就好，不用因为她的面子给我什么特殊待遇。Audrey 就是推荐我来面试的那位，我简历上写了推荐人的。他说他在一家跨国医疗咨询公司工作，和你们有业务往来。抱歉，我这边没有看到推荐人的备注信息，你稍等一下，我去和上面确认。确认过了，的确是 Audrey 引荐过你。不过你放心，我们录用你不是因为推荐人的关系，你的条件完全符合岗位要求，面试表现也很好。Audrey 只是起了一个介绍的作用，那就好。段总，找您确认一下 Y 国的行程，定在下个月。帮我提前，越快越好。最早是这周5以后。季家的债权人会议定在这周5，几家联合债权方都会到场。如果您能出席的话，对收购案的推动会有帮助。知道了。伦敦现在是下午，荣继桥应该已经回到公寓了，睡着了，又或者被朋友邀请去玩，还可能是一直在赶论文，但不至于去参加了面试以后，连个消息都不给我发一个。我再也骗不了自己了。他很少超过24小时回复，相隔近万里，我连他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今天穿了什么衣服，有没有遇到开心的事，都无从得知。也许是白天那条语音，把我好不容易维持了几个月的平静搅得支离破碎。那几秒钟的声音还在我耳膜里盘旋。谁把相框放着的？不能再放在这里了。他只要看见那些东西，就受刺激又要发疯。不要碰！滚开！季川，我要他死！Is it okay? 没关系，继续，你做得很好。Your Eminency, this is the Chow I told you about. I have heard much about you in the parish. The children are quite fond of you. 愿天主降福于你，保护你前行的每一步。
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可以随时联系我。谢谢您，我想跟您聊聊我的硕士申请问题。我课程跟不上，其实是因为早些年基础不好，并不是我没有认真上课。这是小问题，我可以帮你写一封推荐信。太感谢您了。乔姐姐，那个人是谁呀？好吓人。是主教。那他比牧师还厉害？厉害多了。那比你呢？比我厉害10000倍。走吧，回去继续做。等做好了，你们每人都能带1瓶回去。好耶！帮你查了，那家公司的管理层名单里确实没有骄傲队的人，我又让人去翻了他们官网的历史版本 ，LinkedIn 上也搜过了，没有任何一个骄傲队的员工，不管是现任还是离职的。谢谢你帮我查这些，我觉得吧，大概率是你哪个追求者搞出来的名堂。这人不主动暴露身份，不打听你的私事，就是一直帮你解答问题，让你产生依赖感，建立信任。有些人知道正面冲锋你不吃那套，就换个方式接近你。别太紧张，对方又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犯不着为这个给自己添堵。我知道了。这将近1年的时间，不管多晚多琐碎，他都回了，但他确实没有打听过我的住址、联系方式、交友情况，连我主动分享的生活碎片，他的回应也只是简短的附和，从不追问细节，克制到不像是在追人，更像是单纯的善意。我去查了你的信息，没有找到你这个人，你是谁？是男是女？他说对不起，道歉就是承认了，隐瞒是故意的。怎么样，跟对面说开了，是不是我们猜的那样？应该是吧。他怎么说的？他就说了句对不起，我没细问。就这样？你不追问一下到底是谁？对方为了你的好感在那潜伏了半年，你都不好奇吗？没必要，查到了是谁又怎样？当面对证，然后呢？我只会多出一堆我不想应付的后续。我说真的，你这几年变化有点大，下手毫不留情，你说删就删，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给。以前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明明特别腼腆，你现在这样，出学校以后肯定发展很好。谢谢夸奖。被删了，他单方面的斩断了这最后一丝的联系，这丝甚至需要我靠伪装才能维系的联系。段总，到了。今晚能飞伦敦吗？可以，我马上安排。季家的败落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雷暴，而是一场漫长的精密的临时。段燕一开始没有选择正面冲锋，他用段氏旗下的金融板块悄无声息地收购了季家几个关键项目的上游供应商和下游渠道商，每一步都不致命，但每一步都在收紧季家脖子上那根绳子。等季时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的几个核心项目已经因为供应链断裂和资金链吃紧，陷入了大面积的停工。合作伙伴开始观望，有些闻到风声的已经在悄悄撤资。季时安试图找人斡旋，他托了好几层关系，想约段燕见面。想谈想求和，哪怕是割让一部分利益也行。段燕一次都没接。徐念比段燕还会装，和季时安一见面就哭着抹眼泪，说自己毫不知情，但能帮季家的一定帮。实际上送到了监管部门的案头的资料就是许念提供的，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关联交易中的利益输送，每一条都是实打实的铁证。季家被立案调查的消息一传出来，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合作方和投资人跑得比兔子还快，股价崩盘，资产冻结，季家那座看似坚不可摧的商业大厦轰然坍塌。许念没来，大小姐又去基金会自助的山区了，信号不好，应该是回不来了。关键时候就装死。根据前期资产并估报告，季氏集团名下可处置资产的总估值约为47亿3千万。本次债权人会议的议题是就季氏集团的债务重整方案进行表决。季氏集团实际控制人季世安先生需以个人名义签署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协议。段燕，你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这里是债权人会议，不是讲人情的地方。如果季家有更好的还款方案，现在可以拿出来讨论。季氏集团的品牌商标、知识产权及客户资源由管理人统一托管，择机处置。以上决议即日生效。段总，正门那边有10几家媒体等着，都想要您的采访。不见。伦敦的航班确认了吗？确认了，今晚11点的私人航线直飞。季董事长，
请问季氏集团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之后，您个人有什么打算？季先生，季家名下所有核心资产都被拍卖了，未来还有翻身的可能吗？有消息称，季氏集团的债务缺口远超此前公开的数字，请问这是事实吗？季少，京城商圈普遍认为季家已经彻底出局了，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以后还打算留在京城吗？季家就算再不济，收拾你这种东西，还是绰绰有余的。你疯了！当着这么多镜头动手？打都打了，还能怎么的？资产转移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放心。季氏集团名下所有不动产进行公开。你是京城人吧？这几个家族你应该多少听过吧？段嫣这个人你知道不？3年前才认祖归宗回来的，现在已经是整个京城商界最年轻的掌门人了。知道一点。这人现在可是全球财经媒体的常客，好吧？上个月《金融时报》给他做了个专题，你学这个不关注，这些怎么写？我跟你说，光是段嫣处理季家这个案例，就够写3篇顶刊论文了。躲都躲不掉和他相关的东西。乔，你这个初稿整体框架没有问题了，第4章的数据分析部分需要再细化一些，不是大改。还有个好消息，主教的推荐信已经到了，加上你这学期的几门课成绩都在稳步上升，综合评估下来，你硕士项目的申请材料基本齐全了。假期结束之后，应该就能收到确切的结果了。谢谢教授。去吧，假期好好休息，也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祝您和太太假期愉快。你也是。你确定不让我送你回去？没事儿，打个车就到了。你赶紧回去，明天还要飞德国呢。明天下午还有面试，假期4周不能白白浪费掉。如果硕士能顺利拿到 offer， 那在读研阶段就得开始积累正经工作经验了。伦敦这地方，毕业以后想进大公司，光有学历没用。24岁了，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大后天可以来施工吗？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先跟1周，看看双方的适配度。没问题。段业那会儿刚回段家，屁股都没坐热。段家内部那些盘根错节的旁支势力、族老、董事会里的各路牛鬼蛇神，哪个不是等着看他笑话的？一个流落在外20多年、根基全无的继承人回来，第一件事不是闷头理顺内部、站稳脚跟，反而去跟季家对着干。季家虽然在走下坡路，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真正动起来不是一朝一夕能啃下的。这在任何一个正常人的逻辑里都不是什么明智之举。我不应该过度关心国内的事情。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疯子，现在也尝到了跌落的滋味。我怕看到什么段氏掌门人与许家千金之类的标题。
你好，我是27楼的住户，麻烦帮我看一下走廊监控，我家门口刚才是不是有人？您门口没有人。好，谢谢，打扰了。有没有人想来我家吃夜宵？我卤了一锅牛腱子，量太多了，吃不完。进来，进来！我闻到了牛肉的味道。你们过来的路上有没有碰到什么人？就是走廊里或者电梯口？没有啊，就你们楼下那个保安大叔。怎么了？有没有看到什么亚洲面孔男的？没注意到，这个点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你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没事儿，我之前好像听到有人敲门。我以后每周都要来你家蹭饭。难不成真是我这段时间压力太大，产生幻觉了？唉，去客卧睡吧。那我就睡沙发了。毯子在柜子里，你自己拿。世界就还一个人，快点吧！你怎么进来的？知道你不会开门。这栋公寓是段家的房产，钥匙不难拿。我朋友呢？送走了。段燕为什么会在这里？他来做什么？是来找我算账的吗？可他如果是来兴师问罪的，为什么不直接把我从床上拖起来质问，反而像个幽灵一样坐在那把沙发上，不知道已经看了我多久？平时都和外人住一起？没有，他们是我同学。今晚过来玩，太晚了就睡下了。你继续睡吧。下次请人来家里过夜，记得反锁卧室门。我真的不明白，段燕大晚上来这么一出，到底是想做什么？请回。你要是睡不着，那我们可以这个点谈一谈。段燕就在隔壁，这个令人窒息的认知，比任何悬在头顶的利刃都更让我觉得发疯。我根本摸不透他究竟想做什么，更不知道明天我该拿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这个整整3年没有见过的男人。这和3年前在机场发誓说会恨我一辈子的段燕，简直判若两人。起了吗？早饭好了。坐。你来这里做什么？你一点都不想看到我吗？那些惨烈的纠葛，每一次稍作回想，都会带来鲜血淋漓的抽痛。我之所以藏起来，就是不敢去直面段燕。我怎么也想不通，段燕如今早已是位高权重的上位者，这样一个人，怎么会突然舍得拨出极其昂贵的时间成本，亲自现身？抱歉，不应该这么晚来找你。自从你抛弃我离开后，这3年多的时间里，我也和你昨晚的状况一样，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你想怎么样？我不知道，哪怕是荣继桥那样骗我，
又那样无情的抛弃我。我悲哀的发现，我依旧爱他，爱他这副美丽的皮囊，爱他骨子里那股骄纵又自私的性情，恨他对自己的薄凉无情，恨他决裂时的极致冷漠。你觉得我应该对你做些什么？吃完饭去睡一觉吧，逃跑也是需要力气的。我是真的被段燕吓到了，跟鬼一样，谁来能不害怕？赵叔，段燕怎么来了？段少爷现在已经是集团实际掌权人了，您当初的保密信息对他来说只是调离权限的问题。那段董呢？他不管吗？段董如今已经退归二线了。实话说，段少爷现在的决策，段董已经很难去约束了。能让他回国吗？荣小姐，我的建议还是和3年前一样，有些事情躲是躲不掉的。您和段少爷之间的问题，只有你们2个人面对面才能解决。我知道了，谢谢赵叔。可那会儿我根本不擅长面对那些错复杂的纠葛，只会一味当缩头龟，选择逃避。整整3年的光阴流转，并没有让隔阂烟消云散。我以为时间够长，距离够远，一切就能自动翻篇，但没有。可现在后悔也没用。我实在弄不明白，段燕大半夜跑来吓我这一出到底是为了什么？是示威吗？告诉我随时可以把你困住，但我放了你，纯粹是因为我高兴。这种钝刀子割肉的拉扯感，还不如直接告诉我结局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之间算哪门子男女朋友？段燕来一趟，直接把我的生活炸得一团糟。段燕让人客气的把自己朋友送走，也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可明明早上那句逃跑也是需要力气的，这前后不一的态度，让我觉得段燕是不是有一点精神分裂？你最近一次发作性情绪失控是什么时候？刚才。你现在的用药量比半年前翻了1倍，但效果在递减。你的身体正在对这些药物产生抗性。段总，伦敦这边的庄园已经清场完毕了，您的房间、书房、会客厅全部准备好了。女士用品备了吗？我马上安排。还有别的需要吗？按他的喜好来。好的，段总，那今天下午的视频会议照常。段燕无非是因公出差，顺带拿我取乐，观赏我的狼狈。段氏势力雄厚，这么大的一个老板，他何等大忙人，怎会特地跨国追捕我？我充其量只是这位上位者闲来无事的消遣罢了。我在这边熬了3年，学业、圈子、将来的工作全铺好路了。难道就因为他昨天晚上过来说了几句话，又要跑路？不可能，上一次跑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有，这一次不一样，我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自己好不容易取得的一切。Cow 对吧？对，别紧张，这边的活不复杂，我带你过一遍流程就行。我脑子里本来疯狂脑补的那些段燕要搅黄我的工作，让我退学，甚至来追讨那500万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平静反倒让我心里毛毛的。荣小姐，段燕呢？段总下午有个跨时区的视频会议还没结束，他让我来接您。接我做什么？您现在住的那套公寓功能性不太够，不方便他工作。段总的意思是换个住处，那边东西都置办齐了，您回公寓收拾一下常用物品，我们这就接您过去。我能不搬吗？荣小姐，不要让我们为难。荣小姐，段总这次来伦敦不是来找麻烦的，您试着和段总好好沟通，或许没您想的那么糟。可我和他如果真能靠言语沟通就能释然或者妥协，我上辈子就不会死了。搬去哪儿？环境和安保都不错，距离您学校和公司的通勤时间也不会更长。我当时还截过图发给李佳怡看，说改天去那边玩几天。李佳怡只回了句那边随便一套房1晚上都是9万多，我就老实了。没想到这庄园居然是段家的。许小姐也让我来的时候问候您一声，问您在这边过得怎么样。都挺好，
许小姐说，如果方便的话，希望您能抽空跟她亲自说一声，她很想您。好。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人这辈子好像没有成。荣小姐，欢迎，我是庄园的管家，物品已经全部送到了。我是真的很想和段燕好好谈一谈。犯人判刑之前都有权利知道自己判了几年，段燕总不能真就这么一直耍我玩吧？段先生这边打了招呼，他今晚有工作安排，不回来用餐了。这一席是给您准备的，菜品是按照中式口味搭配的。段燕平时几点回来？段先生的行程不太固定。哦，我吃完了，谢谢。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段燕到底想做什么。好吃好喝供着，却又不出现。我一直像个鸵鸟一样躲在异国他乡，却从来不敢去深思自己当年那番行径会对段燕造成怎样的影响。可段燕已经来了，要真的兴师问罪，我也拿她没有任何办法。我再怎么不愿面对，也只能更难堪罢了。荣小姐，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中式粥品搭配煎饼和小菜。如果您有其他想吃的，厨房可以现做。我今天要去上班，能派车送我吗？当然可以，您告诉我时间和地址，我这就安排。这么痛快，本来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心理准备，甚至连几套说辞都想好了，结果人家压根儿没为难，车准时停在主楼门口，司机送到公司楼下就走了，客客气气。见面这几套软刀子下来，磨得我浑身不自在。我又想赶紧问段燕她到底想做什么。这里缺什么？住的习不习惯？不习惯可以跟我说。不习惯的话，可以让我回公寓吗？你说呢？他怎么样？荣小姐早上吃了早餐，上午出门上班，面就好吃好喝好睡，还挺自在的。刚刚还问厨师会不会做辣子鸡。什么都不在乎的话，肯定自在。各位，非常抱歉，段总今晚的安排临时有变，工作推到明天，我来送各位，请。段总今天怎么了？明明说好今晚过完这些条款的。段总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处理，工作我们明天再继续推进。段总这几年越来越阴晴不定了，以前从没在工作上这么任性过。不能说我这段总阴晴不定，是因为真的有精神分裂。脑子一旦闲下来，就开始不受控制地反刍段燕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表情。这里有问题。你引用的这组对照数据，样本量和前面的基准不一致。你用的是调整的口径，但没做矫正说明。审稿人看到这里会直接打回来。我被段燕吓了一次又一次，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太好了。是怕我找你算账，还是怕看到3年后的我不会再当你听话的狗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过得好吗？你过得不好吗？你觉得过得好的定义是什么？物质和精神都富足，我很满足现在的生活。那我也算是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姑且算过得好吧。过得好就行，没必要纠结以前那些不美好的过去了。原来过去对你来说是不美好的。这3年，我经常做梦，或是产生幻觉，总觉得你还在。你知道我当时得知自己身世以后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吗？我那会儿在想，太好了，我终于能让你过上好日子了。结果我后面得到的消息，是你用我的身世交换了500万。交换这个词都说得太轻了，这跟把段燕卖出去没有什么区别。对不起。那天段燕带着我去看了好几套房子，在回来的路上，她甚至还问我喜不喜欢那个带阳台的户型。她说房产证上要写2个人的名字。你不用这么害怕，你不用害怕，
我不是来找你算账的，我只是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那是段燕这辈子最意气风发，也最毫无防备的时刻。他几乎将自己的一颗真心捧到了我面前，迫不及待地和我畅想着往后的余生。但就是那个晚上，我消失了。不到1天的时间，他从畅想未来到被我抛弃，短到谁都反应不过来。我们不见面，对谁都好。又是这种说辞，可是我一点也不好。我已经来了，你打算怎么办？再跑一次？你不会的，你的学校、人脉、实习、硕士 offer 全都在这里。你知道重新起步有多苦，一旦逃跑，这些全部落空。我想找到你，不费吹灰之力。身为外大高材生，眼看着硕士在望，非要隐姓埋名做底层谋生，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人比我更懂容技巧，我早看清他的野心与对体面生活的贪恋，可我唯独想不通，他为何宁愿抛下荣华，也要执意离开我。那你想报复我吗？一个正常人被这样骗了、耍了、卖了之后，第一反应应该是报复。我也想过，比如断了你在伦敦的一切，学校、房子、工作，又比如直接把你带回去，关起来，给我端茶倒水也好，当金丝雀做佣人也好。我上辈子死得早，对段燕的印象永远只记得她毫不留情地撕开我的真面目后，那个高高在上对我只剩下冷酷的上位者。即便重活一世，即便这辈子两人之间的轨迹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偏离，我也不敢拿自己好不容易拼杀出来的余生去赌段燕的真心。见过广阔天地之后，谁也不愿意去当笼中鸟。每一种方案我都在脑子里过了无数次，怎么办？我一看到你，还是会舍不得。段燕被我这样对待后，心脏依旧跳动着的纵容与不介意，简直比他直接拔出刀来抵在我的脖子上还要让人感到心虚和无措。当年医药费那些事，我早就知道了，许念也知道。许念知道？本来我想等你回京城，找个时间和你好好谈，我们可以商量着把医疗费还给许念。一回到京城，白天段燕带我去看房子，晚上我就迫不及待地拿着那 DNA 鉴定报告跑去找了段守正，开了条件，换了钱，断了所有联系方式，头也不回地跑到了地球的另一端，连一句交代都没留。可我从来只想过，如果段燕不介意我曾经的欺骗呢？如果段燕喜欢的从来都是朝夕相伴的我，而不是那个救命恩人呢？那我当年为了自保，迫不及待拿他的身世去换钱跑路，以及那场堪称单方面凌迟的抛弃，究竟会对这个前一秒都为我们的未来做打算的男人造成什么影响？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很早，大概是在和你去梁县的时候知道的。但我直觉你怕的不是这个，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算是我们之间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你能告诉我，你到底在怕什么吗？怕什么？怕别人像看垃圾的目光，怕会像上辈子一样把我摁进冰冷的海水里，怕自己用尽全力拼出来的第二次人生会因为某个不受控的变数再次轰然坍塌。重生这种事谁会信？没关系，我也有很多事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不过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我愿意和你慢慢。这些都是按你以前的喜好让厨师做的，有什么不合口味的，可以跟厨师讲，也可以跟我说。不过看样子，你也不是很想跟我多说什么。你别像个鬼一样莫名其妙吓我就行。抱歉。我又不敢像以前一样想揍他就揍他。以前耍赖撒疯是仗着他会无条件纵容我，现在那点底气早被我自己亲手烧光了。之前不是和杨璇说要吃这个，怎么不见你动筷子？这种单方面被全方位碾压的处境实在是太被动了。我早就不是以前那个被捏住命门就唯唯诺诺的容技巧了。实际上李佳怡不知道我在来伦敦之前就已经上过班了。既然是试工，我肯定要主动给自己找点事情做，不能只顾着摸鱼。你站我旁边就行，帮忙引路、倒茶、送果盘，按我教你那套流程来。别紧张。这车怎么有点熟悉？啊！不是，等一下，他怎么在这儿？段先生，欢迎，这边请。你去把招待用品摆上，按之前教你的规格。这是什么冤孽？全伦敦那么多公司，段燕偏偏来谈合作的就是我兼职的这一家。
段总和贵公司的 Blackwell 先生约了下午一起打高尔夫，顺便聊些合作细节。段总刚才注意到贵司有一位中国员工，觉得格外亲切，想问问能不能让他同行，方便有个沟通上的桥梁。当然，没问题。段先生可能英文不太好，需要个人在旁边帮忙沟通，你中英文都行，跟过去帮忙。他英文不好才怪，实在是不好。但段燕这么有钱，出来不知道带个翻译吗？好的，没问题。那要去确认细节。我是真不知道你在这家公司。伦敦有业务对接的公司就那么几家，碰上了而已。那你英文是真不好吗？还行。那你让杨璇去跟我领导说你需要翻译是什么意思？你领导乐意。Kiao， 段先生在说什么？段先生对我们公司的专业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期待今天能进一步推进与贵方的深度合作。他们可以把合同周期从5年延长到8年。最后那句是开玩笑，说希望这笔钱能让他提前退休去马尔代夫钓鱼。告诉他8年可以谈，但独家条款里要加一条排他协议，亚太区的同类项目3年内不能分包给第三方。退休的事不急，等这笔钱到账了，马尔代夫的岛他想买哪个我送他一座。几句话来回金额至少往上跳了2个亿英镑，我站在这里当翻译1分钱加班费都没有。想要马代的哪座岛，我也可以送你。瞧，段先生问您想要哪座岛，您指定下来。来瓶好的，庆祝一下。尝尝。骑马吗？这下总该跟我没关系了吧？我已经开始在心里编排怎么跟领导汇报就今天的出色表现了。谁能想到呢？那个曾经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上蹲在钢筋水泥堆里闷头啃着白米饭配咸菜，连一口肉都要靠工友施舍的穷小子，和眼前这个在谈笑间随手签下几十亿英镑的跨国合同，眼都不眨的把一瓶顶级珍藏当白水样递给我尝鲜的段家掌权人，竟然真的是同一个人。你干什么？杨轩，这怎么回事？他们是旧识。哦。你松开！你故意的是吧？你让我松的。你就不能把马停下来再松吗？你没骑过马？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读书都费劲了，脑子又笨，哪有空学这些？你只是习惯了依赖别人，也习惯了通过别人给自己贴标签。别人说多了，你自己都信了。你不比谁差。的确，我一个人过得不错。你再动一下，等会儿掉下去被马蹄子踩一下，过得再好也不好。许念给你建了一个信托基金。什么？信托基金，每年会有一笔固定的款项打进去，你什么时候想用，随时可以支取。许念为什么要给我建信托？我们认识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那么几个月，哪怕后来知道了2人之间那层血缘关系，我也从来没有主动去攀附过什么。更何况那会儿接近许念的目的还不清白，就是想利用许念去躲季川而已。许昕心里一直有根刺，觉得小时候没护住你，把对你的亏欠转嫁到了许念身上。许昕一直对许念很好，把他当作你，所以后来车祸的时候他没犹豫，为了保护许念送了命。亲妹妹和许念总得保护好一个，大概率是因为你，许念才能活下来。你就当这是你亲姐姐帮你挣出来的。不用了，许念不用来给我花这些钱，这和吃人血万头没什么区别。拒绝做什么？许念也是个一毛不拔的资本家，你趁着他还有良心，他给你的收着就行。我不想要。是不想要，
还是不想和任何跟我有关的人扯上关系？你自己心里清楚，何必多问？现在离刚才出发的地方起码有几公里，你最好这会儿跟我说点我爱听的，不然等下你就得自己走回去了。那许念在京城怎么样？他比你还在乎自己的利益，那种人过得不会太差。这几年不知道坑了我多少次了。这样，什么时候准备联姻？许念，我们俩什么时候联姻？我去你的！你恶心谁呢？上次债权人会议我没回来，至于这么恶心我？你知不知道你堂叔现在天天缠着我？就是你上次在年夜饭的时候那个海龟，我本来想着见一面打发了就完事儿，结果那人甩都甩不掉。你堂叔3天2头往我这儿打电话，说什么两家知根知底门当户对，恨不得明天就让我跟他儿子领证。我还没找你要精神随侍费。还有季家收尾的事，你别想甩给我一个人，3、7分都不行。文件堆了这么厚，我自己那边的项目还排着队呢，我哪有功夫替你擦屁股？你赶紧把荣继桥哄了回来。不过我觉得吧，人家8成不肯跟你回去。你看人家在伦敦过得多好，有朋友有学业，到时候我把基金直接给他，在外面做个单身富婆不好吗？想谈恋爱了就找男模，或者包个小明星，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玩，何必回来受你这个罪？听到了吗？许念说你要找男模包明星，刚好和他说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让他帮你物色。乔乔，你在吗？他不在。段燕，你是不是又发？许念刚才那语气，跟我印象里的大小姐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和他联姻，我们半夜睡觉都得拿一只眼睛站岗，不然都见不到第二天太阳。我上辈子看到的那些报道，段氏和许家联姻，难道根本不是我以为的那样？所以上辈子他从来就没有选过许念。所以你怕的是这个？承认就承认吧，总比让他继续追问要好。醋劲儿还挺大。什么叫醋劲儿大？我那明明是怕被羞辱。那你能和我回国了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他也没继续逼我。他装都懒得装了，之前让我当翻译，根本就是故意的。So your Chinese is not the only thing about you this day. Just keeping it interesting. 段先生真帅，那气场跟电影里走出来似的。不过他好像对齐奥特别关注，骑马的时候我看到了，直接把人捞上去的。这下全公司都知道了。哎，你和段先生到底什么关系？全公司都在传，说他骑马的时候把你抱上去了，还有人偷拍了。没有，帮大老板开的发票，你帮我看一下流程呗。这东西我在段燕手腕上见过，一模一样的。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医疗级别的健康监测手环。现在这些医疗设备真是越来越先进了。我小时候在曼彻斯顿长大，那会儿连抑郁症是什么我们都搞不清楚。Cal？ 哦，这个应该是直接走医疗福利的科目吧？附上产品说明和采购单，财务那边应该能过。段燕为什么要戴这个？她压力大到出了什么精神问题吗？但如果只是单纯的压力大，戴这种会发警报的手环做什么？叫，怎么了？段先生在楼下等你，他让前台的人上来问你什么时候下班。什么？段先生就是今天来谈合作那位？等乔？不是，他们果然有戏。乔，你快招了吧，他到底是不是你男朋友？不是，就是业务上认识的，别瞎说。工作需要。上车，不要让我把你扛上来。要是把那种玄而又玄的事情说出来，而且我还拿不出证据，段燕也会强迫我把那个手环戴上。
荣小姐您好，我是许小姐委托信托管理团队的负责人，姓赵，这2位是我的同事。许念安排的信托基金的管理团队，你要怎么处理这个基金就和他商量，律师可以在这儿等你。我说了，我不要那个信托。这个不归我管，你跟许念说去。你帮我给许念打个电话。荣继桥找你。律师到了吧？有什么不明白的，你直接问他们就行。都是我用了好几年的团队，靠谱的。这个信托，我真的可以不要。乔乔，你听我说，这笔钱不是补偿，我承认我的确是给你存进去了一点，但这个信托基金的前身是小新的账户，这是他刚来许家的时候帮你存的，本来想着把你找回来以后就交给你，可后来他就从亲生父母口中得知你大概已经死了的噩耗，你要是实在不想碰，就先放着，什么时候想用了再用，或者等以后你毕业了有时间了，也可以像我一样做慈善捐出去，这是小新的遗物，你现在是唯一继承人，你也不想他在天之灵看到你连他的东西都不要吧？只是觉得姐姐这辈子已经够难了，她的际遇和我没什么关系，我也不会去碰这些。该是你的你就拿着，这是他给你换来的余生保障。姐姐拿命换我活下来的，我上辈子已经那么惨了，姐姐也不希望我重活一世，继续没苦硬吃的。好，这就对了嘛，律师都是我的人，不用紧张，他们让你签什么你签什么就行，流程走完就好。好。需要我配合什么吗？您跟我们来就行。荣小姐，这是信托基金的受益人变更确认书，您在这一页和最后一页签字即可。这份是信托基金的资产明细总贯。根据许小姐的委托，基金的初始资产规模为人民币22亿3600万元整。怎么了？有什么不对的吗？我自己来，不用了。没什么不对，就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我本来想着撑死1、2个亿。许昕被许家收养的时候才几岁，许家条件再好，能给一个养女存多少？但我忘了，许家在鼎盛时期是什么体量的家族？22亿3600万。我上辈子拿到300万分手费就已经觉得自己暴富了，这辈子拿了500万就敢远渡重洋，从头开始。我累死累活2辈子从段家手里刨出来的那些钱，加在一起都不够这个数字的零头。是不是在后悔？早知道有这个在，当初还至于为了500万搞得自己跟丧家犬似的，胆真心惊跑了3年。我陪太子爷那3年，陪吃陪睡陪玩，还不值得那500万吗？那你跑什么？出国提升自己有什么错吗？你难道觉得当初那个唯唯诺诺的中专妹很好？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每天在家只知道刷手机，呲着大牙傻乐。什么样的都是你。我那会儿不爱你，没有对你掏心掏肺。段燕擅长的从来不是什么浮于表面的惊天动地的浪漫，而是犹如水银泻地般细碎到渗透进我生活的每一个缝隙，甚至让我被惯得日渐麻木，觉得这一切都理所应当的极致偏爱。而我当时把这些当成了骗来的红利，我总觉得他爱的是那个在谎言里被完美粉饰过的白月光，觉得这些好都是建立在海市蜃楼上的镜花水月，一旦那个弥天大谎被戳破，所有的纵容就会瞬间化为齑粉。但其实不是。我回想起来自己曾经耍的那些小聪明，现在自己都觉得好笑，怎么可能会把段燕骗得团团转？段燕不是不介意我骗她，她只是喜欢我，所以连同我的虚荣、市侩、满嘴谎言与劣根性，一并心甘情愿的照单全收了而已。荣小姐，所有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基金的管理权限和持取密码会在24小时内发送到您预留的安全邮箱。如果后续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联系我们团队。谢谢。
信托基金的管理权限在第2天早上准时到了我的安全邮箱。上辈子拿到300万的时候，我整个人飘了1个月，恨不得把所有奢侈品双柜扫一遍。这辈子拿到500万的时候，虽然心里压着事儿，但那笔钱到账时的安心感还是实实在在的。可拿到这一大笔钱，我却一点消费的欲望都没有。当年我有难处，段燕何尝没有？谁又敢说自己是完美无瑕的呢？我被捧在手心里，万事不用操心，但也在阶级落差与谎言恐慌中备受煎熬。可说到底，不过是3年而已，放在漫长而苍凉的一生里去张良，似乎真的算不上什么要死要活的大事。我一直觉得段燕和自己分开会更好，她得到了外界所有的敬畏与称赞。可倘若她真的过得那么好，那她为什么还要跨越半个地球的距离，阴魂不散地出现在我的面前？重逢后，段燕总是阴阳怪气，嘴上说着恨我，但实际做的没有一件对得上那些狠话。Hero， 你还好吗？没事，昨晚没睡好。你这是压力太大了吗？压力大的话，喝2杯发泄发泄就好了，都是小事儿。谁乐意手腕上多这么个玩意儿，还得定期上传数据给医生，好麻烦。在发什么呆？看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我在和喜欢的明星聊天，正准备问他缺不缺金主。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段燕，你把手机还我！哪个明星？关你什么事？关你什么事？关你什么事？你。段燕，你有病啊！你是属狗的吗？这么怕我看？我又不知道你手机密码，还是说手机密码到现在还是我生日？在一起后的密码我们再也没有改动。刚交往1月，我要求段燕把密码改成我的生日，她立刻照办，顺势让我也换成她的。我乖乖更改，却没机会用她手机购物。当晚，她全额赚来工资，说赚钱本就是给我花销。自此，2份密码恒久不变。细看。段先生，有什么需要的吗？没了，你下去吧。我这会儿是真的确定段燕有那个大病了，还是狂犬病？荣小姐，荣小姐，今晚有个商务晚宴，段总请您同行。不去，这次的晚宴规格高，到场的都是伦敦金融的核心圈层。您目前就读是金融方向，如果后续要做产配置和投资规划的话，这种场合的人脉资源对您个人的事业发展会有帮助。金融这个行业，资本和人脉的确缺一不可，而且等会儿段总监我请不出来您，估计又要用上您不喜欢的手段了。段燕愈发强势，权势在身，说一不二，连段守正都管不住他，指望我这个前女友不太现实。不过杨璇说的对，有这么多钱，没必要再打工卖命。开始吧。心里把段燕又骂了800遍。段燕是不是有什么精神问题？荣小姐，我只是一个打工的。不好意思，没有为难你的意思。是我该道歉，这种私事我的确是不太知情。看什么？准备赔我医药费吗？荣大富婆都能给明星撒钱了，还看得上我给的那点医药费？你有这个自知之明就好。实在不行你咬回来，扯平。我没有当狗的癖好。刚才和哪个明星聊天？不关你的事儿。
你尽管去聊，看对眼就带回来。不过我可不保证我见到他以后，他还能见到第二天的太阳。知道我喜欢当狗就别惹我，不然我可保不准你身上哪儿又会多出来一个牙医。晚上好，女士，请问可以看一下您的邀请函吗？ She's with me. 杜安，这可太难得了！你知道我办了多场这种活动，从来没成功把你请来过。Robert， 今天怎么了？是有什么大事要宣布？ 还是单纯因为这个季度的收益太好了，心情不错。我来这一趟，就是想引荐我旁边这位女士给各位认识，荣继桥，目前在 Y 大金融方向在读。非常荣幸见到诸位。Y-Dot 金融方向，很好的学校。你擅长哪个方向的研究？资产布置和风险管理。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跨境资本流动在新兴市场的应用，尤其是亚太地区。有意思，你导师是谁？段氏在欧洲新能源板块的布局，这个我还在研究中，不敢下结论。乔，乔，很久没见了，你怎么在这里？家里人带来的。我爸跟这边的几个基金经理有业务往来，说带我来认识认识人。你今天太漂亮了。对了 ，Q， 上次我发给你的那家餐厅你看了没有？他们换了新主厨。不用回头都知道是谁。Edward， 改天再聊好吗？我这边还有事情。原来是熟人，玩得愉快吗？很愉快，夫人，好久不见。亲爱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但这种场合的安保审查向来严格，每一位宾客的身份都会被反复确认。如果你是通过什么不太正规的渠道混进来的，我建议你现在就离开。等一会儿保镖来清场，场面就不太好看了。妈，夫人，我是通过正式邀请函入场的，门口的安保也核认过了。祝您今晚愉快。段先生，我是 Lancaster 家族的。我先生和您旗下欧洲板块的 COO 有过几次接触，一直想找机会和段氏集团探讨合作的可能性。没什么兴趣。当然，段先生日理万机，改天方便的时候。不用了，乔应该不是很想我和你合作，我听他的。刚才和 Robert 他们聊得怎么样？他那个新兴市场的基金盘子，你有没有兴趣投一笔？辈子都没装过这么大的 X。是不给我装的不好意思。刚才那个关于亚太区资本流动的观点，我跟我的研究团队提了一下，他们挺感兴趣。下周我让人把具体的数据模型发给你看看。好的，随时方便。Your lady is brilliant 。做什么？你也是俏的追求者吗？我劝你有点自知之明。俏身边从来不缺追求者，他去食堂吃饭都有人抢着刷卡的好吧？别把自己太当回事。那倒不会，我和你们这些没名没分的追求者不一样。你就是那个 Kill 嘴里那个把2个孩子甩给他带的前夫？段燕掌管万亿商业帝国，每天面对的压力和博弈，岂是我这种人能想象的？要说段燕真的有精神问题，我觉得才正常。哪有铁打的人？可我有什么资格去关心他的身体状况？当年抛弃他的人，拿着他的身世去和别人做了交易，换了500万跑路的人。如果当年我没有跑，如果段燕回到段家以后，2人如今又会是什么境遇？那黄毛说我和你离过婚，你还帮我养2个孩子？埃多尔的这个地主家的傻儿子，当初为了把这位贵族少爷彻底劝退，编了一套离了大谱的身世设定。没有，我瞎编的，而且我又没说这个前夫是你，你不要自以为是。那你还和谁谈过？可多了。段燕，算算日子，我们分开的时间早就比当初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得多了。大家都是成年人，这几年里我谈过什么恋爱，遇见过什么人，实在没必要来好奇我的隐私。
你大老远跑到伦敦来，如果是为了拓展版图谈生意，我很祝贺你。等这边的工作处理完，你就赶紧回国吧，别把时间浪费在根本不值得人身上。而且我没有回国的打算，以后也不会有。不值得的人，是指谁？你吗？说到底，你也不过只是我的一个前任而已，真的没必要总是这么纠结在过去，对我只是负担。每一次说出这些撇清关系的狠话，看似是在往段燕心上扎刀子，可反作用力却总是先一步割得我自己鲜血淋漓。我先回去了。你又发什么疯？段燕，你冷静一下，你的状态不对。你冷静一下，你现在很不对劲，你感觉得到吗？猜出来了吗？没，我不知道。我很清楚自己现在很不正常，那些药每天按时吃着，手环24小时监测着，医疗团队随时待命着，可没有用。这些自欺欺人的医学干预根本压抑不住那种早已病入膏肓的偏执。而荣继桥刚才那句轻飘飘的话，就像是压垮锁链最后一环的东西。一开始没有这么严重，产生幻觉的频率是在你离开以后开始不断增加的。你想知道我在幻觉里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了另一个你和另一个段燕。那个荣继桥和你不一样，从未真正改变，同时随便炫耀些什么。他回家就冲我发脾气，非要买到手，不顾家境，贪图清闲，不愿上班，又一心羡慕别人光鲜的生活，满心极度自卑，心态愈发扭曲，却不肯付出行动。他被困在那间出租屋里，困在自己的欲望里，又和你完全不一样。至少你会走出去。他在说的根本不是什么因为病情加重而产生的荒诞幻觉，那就是我，那就是如果我没有重生，没有被死亡逼醒的话，会一直维持下去的那个样子。他在说我的前世，可段燕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不光是你变化大，幻觉里那个段燕的变化也大。他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女人死心塌地。那3年里2个人天都没有共患难。他知道真相以后，觉得自己蠢透了。他也知道他来找他不是因为想他，是因为想要钱。他明明知道他每一次出现都只有一个目的，可他还是会故意外泄行踪。一个毫无背景的底层女人，怎么可能一次又一次的突破那些安保防线？骗自己说是为了看他到底这么一次次的找上来是不是有一点点真心，可没有用。每一次见面他都没有任何改变，他想要的从来都只是钱，拿到了以后他也许就会和第一次拿到那300万分手费一样，会头也不回的消失。那你呢，荣继桥？你和幻觉里那个荣继桥一样，也没爱过我吗？你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差不多就是那时候。起初只当是噩梦、求医、驱邪，一度认为只是精神幻觉，可画面太过真切，初到段氏大楼，陌生环境里诸多细节全都一清二楚，幻觉无法解释这一切。我梳理所有巧合，得出难以置信的结论，这些记忆是真的，过往早已上演了。我竭力想要改变一切，换住所，困住他，妄图阻止悲剧，但于事无补。荣继桥数次反常行事，总在幻象祸事前，像是在刻意躲避。他在避开未来的灾祸，若无预知，不会这般行事。记忆里葬身深海的荣继桥，是日夜折磨他的噩梦。可眼前休息室中的他，纵然惶恐紧绷，却鲜活明艳，全然不像回忆里那具惨白冰冷的躯体。他还活着，好好的。你的改变，也是因为想起了这些事情。在那个不知道是梦还是幻觉的东西里，我见过你死。在海边的沙滩上发现你的尸体，法医说是他杀。他们问我最后一通电话是不是你打给我的。前世的那个自己盲目到了极点，当季川抛出诱饵，说要给我一笔丰厚的遣散费，让我拿了钱以后永远别再出现在段燕面前时，我居然没有察觉到任何危险的信号。
我满心欢喜的赴了约，心里沾沾自喜的盘算着，反正只要拿了这笔巨款，就立刻跑路。一登上那艘游艇，就被季川像拖拽一只毫无反抗之力的流浪狗一样，强行拽到了甲板顶层最偏僻的暗角。季川按着我，望向奢华喧闹的甲板，宾客端着香槟，暗中交易名利。段燕一身黑高定制杯而立，冷冽侧脸夺目出众。他身侧挽着一位身姿优雅、背影脱俗的女子，正是他千金未婚妻。季川的力气大得戏人，带着绝对的压制力，任凭我如何惊恐的扭动挣扎，都徒劳无功。季川的低语就这么紧紧贴着我的耳空响起，像是一条黏腻冰冷的毒蛇，带着令人起一身鸡皮疙瘩的恶毒与散漫。多般配啊！他在我濒死的绝望挣扎中，毫不留情地碾碎了我最后一丝尊严。你算什么东西？从头到尾，你不过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跳梁小丑罢了。季川不理会我的挣扎，一块帕子被塞进我嘴里，我拼命挣扎，紧接着我整个人就被丢给了身后那群面带戏谑的男男女女。处理干净点儿。季川的声音从身后飘来，懒洋洋的，冰冷的金属铐子咔嚓一声扣上了我的手腕。我被拖着往游艇的另一片走。快点吧，等会儿念念和燕哥就来了，看到他会不高兴的，被踹了还眼巴巴贴过去。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去挣扎，我的视线穿过那些人的缝隙，疯狂地往来时的方向看。那片灯火辉煌的主甲板就在10几米开外，水晶灯暖光把海面都映成了一片碎金。段燕还站在人群中间，她微微侧着身，和旁边的人说着什么。她没有往这边看过一眼。下一秒，我的脊背就撞上了甲板的栏杆，海风从下方涌上来，带着咸腥的潮湿味道，把我散落的头发吹得遮住了半张脸。下面是漆黑一片的海水，连月光都照不透。我被人丢了下去，海水合拢，从四面八方灌进我的口鼻。我的确是因为想起了那些事情，但那不是幻觉，是我真的死过一次。但前世经历的那些，我怎么能不怕呢？我怎么能不跑呢？段燕，过来。荣小姐，您休息了吗？没。您今天受了不小的惊吓，管家那边备了安神的热饮，您要是喝不下就放着，不用勉强。段燕那边怎么样了？严重吗？上下化道出血，其他的目前还不确定，还在医院观察。他是什么病？精神分裂吗？是的，但我虽然是段总刚回到段家的时候就在他身边工作的，但并不是很了解他的私生活。段总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富华那边的一套老小区里，面积不大，场地不够用，身边也没有安排手下人长期陪护，很多时候都是他自己一个人住着。您没事吧？要不要我叫医生过来看看您？我没事，他那边稳定下来了，记得和我说一声。好的，您早点休息，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杨姐，段燕现在到底什么情况？还在观察，医疗团队说出血已经控制住了，但这2天精神状态不太好。我能不能去看看他？段总吩咐过不让您过去，他发病的样子不好看，应该明后天就能回来了。我根本一点都不在乎他发病的样子好不好看。那他的记录能不能给我看一下？我把电子版发您。谢谢。频繁做梦，梦境内容高度真实，涉及具体的场景和人物对话。醒来后难以区分梦境与现实。这些描述和我经历过的事情完全是在不同的2个视角。段燕的确是在慢慢想起上辈子的记忆，因为有这些记忆，段燕这辈子对季家的打击才这么精准，从一开始就对季家下手那么狠，那么果断，不留余地。从来不是什么商业竞争，是他知道上辈子是谁杀了我，之后的幻觉很重复，段燕不断在这些噩梦般的幻觉里惊醒，直到精神分裂的诊断证实确立，情绪调节功能严重受损，建议远离所有可能触发情绪波动的相关人事物。能影响到段燕的人是我，可段燕依旧来找我了，拖着她千疮百孔的身体，也要找到那个答案吗？
段燕竟然把这件裙子悄无声息地留了3年，我几乎不敢深想，段燕究竟是了怎样一种心境，才会做出这种荒唐事。好看，就这件吧。可我也并不知道，如果他接通电话，那我要和他说什么，大概率也是沉默的。本来想找别人帮忙转达几句话，或者至少确认一下他现在的状况，但想了想又算了，说了快的话明天后天就能回来，等了3年都等了，不差这1-2天。段燕有说具体什么时候回来？接到那边的通知了，情况稳定的话，最快明天早上。我要是顶着这副鬼样子去见他，也好看不到哪儿去。等段燕回来，我第一句话到底该问什么？是该小心翼翼地问一句你身体好一点没有，还是直接问他为什么知道前世的一切以后还愿意对我一如既往？那些沉甸甸的沾着血泪的过往，似乎根本无法用一句简单的问候来轻轻接过。别想了，赶紧睡觉，等明天看到段燕再说。来啦！这是船，这仿佛已经成了我的一道梦魇，让我这辈子都没办法在船这种地方冷静下来。别怕，别怕。怎么抖成这样？越来越胆小了。你想怎么样？你一点都没关注京城的事情，还是胆子这么小，吓成这样，难怪他把你保护得这么严实。要不是这次他住院，还真找不到机会。段燕是知道的，他知道季川可能还会对我动手。你这条命能不能保住，就全看段燕愿意为你花多少钱了。许念知道吗？老实待着，晚点有人给你送饭，死不了。至少我知道了，季川的目的是钱，不是命。至少在段燕给出回应之前，我是安全的。打算放了那丫头？活着还是死了都无所谓，拿到我们想要的就行。能杀就杀，我就是想看段燕难受的样子。还有许念狼心狗肺的东西。他要是个省油的灯，就不会在京城活到现在了。这口气我咽不下去。放心，许家当年在换届的时候，
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证据我都拿到了，就看那些人想拿什么来换了。季少，段燕那边回话了，全部条件同意，但要求确认人质安全。去告诉他，交易的时间我来定，让他等着。是。信号追踪的结果出来了，对方使用的是加密的卫星通讯频段，经过3次跳转中继，技术组才完成信号回溯，最终定位在公海。但公海的管辖权归属复杂，即使锁定了坐标，要派船过去现场处理，流程上至少还需要好几个小时。那边直接拒绝了我们想确定人质安全状态的提议，也不同意开启视频连线。在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之前，通常不会对人质下死手。您先稳住情绪，我们会重新评估，绝对会加快营救速度。跨部门的公海批文审批极其繁琐，最快也要公海的联合现场处理流程，我已经让人去催了。批文10分钟之内就会下落到海警总署，行动许可我已经全权疏通，你们可以提前派出警队了。我们这几年一直和你们政府有极深的合作，被绑在那艘船上的人是我的夫人，我不想看到这场解救过程中有任何拖延。哼，别费劲儿了，给你松绑了也跑不出去。吃。那个，我想上厕所。就在这儿解决。你在做什么？你不是说让我就地解决吗？我总得找个容器吧，蹲在地上我做不到啊。解决好了没有？好了好了。干什么？感动吗？段燕愿意用20个亿来赎你，跟他废什么话？把东西给他绑上。定时炸弹，或者某种遥控起爆装置。你不是说会放了我吗？是死是活有什么重要？你要是能带着段燕一起被炸死，也算你做了一件好事。保准你死后，我会给你做一场昂贵的法事。不要，滚开！别碰我！季川，你们疯了吗？按死他，别把针头弄断了。我手上有一份22亿的信托。你说什么？信托，加密的，受益人是我，只有我本人的生物密码加认证才能解冻。我死了，你们1分钱都拿不到。等等，别打！这才肯定这针管里的东西，大概是一种能让我在一定时间内死亡的药剂。哪怕是这个炸弹炸不死我和段燕，季家人的报复心也会让我死在段燕面前，不会让段燕好过。哪来的钱？我姐姐许昕给我存的。加密信托，只认我的指纹和虹膜，账户编号我记在脑子里，转账需要指定银行的人亲自到场做3方验证。我人没了，这笔钱永远冻在里面，谁也取不出来。他要是再撒谎，到时候扔海里也不迟。行，先别给他打，活着更值钱。我的姐姐又救了我一命。登录，我要看账户余额。你现在把信托的管理界面调出来。小新倒是对你这个妹妹挺好。你不是喜欢我姐姐吗？她不会想在地下看到你变成这副模样的。情情爱爱什么的，在几十亿面前也得靠边站。他要是还活着，你这句话也许对我还真有点分量。走吧，想办法怎么不通过第3方认证把这钱搞出来。段燕会来吗？季川要是提出要求的话，段燕一定会来的。上一世，段燕在地下停车场堵住走投无路的我时，让我来做段家的佣人受苦。当时的我，满脑子只有趋利避害。段燕怎么可能真的舍得让我去端茶倒水，做个佣人？段燕在乎的是我到底爱没爱过她。
我想到了段燕那份临床病历，有一个再也没有往后延伸的时间终点。季家破产以后，病历上就再也没有新的幻觉内容了，剩下的只有一次又一次濒临极限的精神崩溃。段燕的前世记忆就停滞在了那个节点上。段燕没有季家破产以后的记忆，也许不是她没有想起来季家破产以后的记忆，而是前世的段燕，她根本就没有以后了。段燕按季少要求登船亲自送钱。段燕来了吗？是啊，高兴吗？信托还没到手，他不会放我走。那他要求段燕亲自登船送钱，目的就不只是放人质了。现在指名道姓要他孤身送赎金，这摆明了是个死局。他们要的根本不光是钱，他真上了这艘船，8成没命回去。段总，我知道劝不住你，但至少让我把情况再说一遍。说。段总，技术组查到线索，4小时前荣小姐的信托账户在公海登录，她在用信托给自己争取生机。既然她还在自救，我们可以加价协商，您亲自送去赎金，太过冒险，不妨考虑武装突袭的备选方案。没事，这事暂时压住，别让国内听到风声。行。段先生，我是外海警联合行动组的指挥官，我们强烈建议您不要冒险登艇。如果对方的条件是人质交换，我们有保障你安全的处置方案。可以登艇了。想不想知道你姐的事情？许昕刚来许家的时候身形瘦弱，许二爷送她进国际小学，她看着朴素，同学们都当她是特招生，经常欺负她。她明白自己是收养的孩子，不愿给许家添麻烦，受了委屈独自憋着。后来养母发现伤痕，二爷大怒，教训了那群孩子。许家二爷找到我爸，让我去护着许昕。后来我们就认识了。她怕和在之前那个学期一样受欺负，就很听话，是种很典型的优质乖乖女。我叫她去飙车、去俱乐部、去夜总会都去玩，她从来不敢去。等后来许念年龄大了，她就喜欢做什么都带着许念一起。不过在那会儿，她估计是把许念当成了你来补偿。是许念告诉你我喜欢许昕的吗？你不说我也猜到就是他。你看，他这么喜欢你，我刚好把你送下去陪他。季少，段燕登船了。让段燕一个人登船。加密货币的私钥都在手提包里，让荣继桥先离开。我立刻按你的要求转账。哭什么？快上船离开！不要！打开，让我看看里面有什么。夹层。现场转。把私钥接上，我在这盯着你操作。等一下。上面还没确认转账完成，人不能上船。你们这一趟出来，工资给多少？忙不忙啊？平时干这行的，是不是经常加班？你们这种公海现场处理的，会不会也有那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时候？比如遇到点小事儿，就当没看见？还没。季少那边解决好了吗？警署的挖人队不知道什么时候登船了，上面打起来了。
这死退，快点跑啊！容技巧。Q， 你在吗？我们是来救援的。还挺能跑，差一步你就跑出去了，可惜。里面的人听着，不许动，放下武器，释放人质，你已经被包围了。都他妈离远点儿，我可保证不了这个位置上的枪口会不会擦枪走火。C 要给我，再准备一艘船，不然他直接死在这里。没问题。季时安15分钟前在上层甲板被控制，你继续这样只会让事情更糟。放下枪，释放人质，这是对你最有利的选择。抓就抓呗，我活着就行。船呢？再准备了。你们俩感情还真他妈的坚挺。20个亿说掏就掏，人说来就来。我还以为你做到这个位置了，多少能理智一点呢。段言，你说你图什么？有这个钱，什么女人没有？非得在一个骗了你好几年的女人身上死磕？你真可悲。许昕根本就不喜欢你，临终遗言也是假的，都是许念编的，为了自保。你这辈子追逐的、回忆的，全是一个谎言。太可悲了，他像个被谎言牵着走的提线木偶，为了根本不存在的一份感情，活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而更可悲的是我自己，我上辈子所承受的那些痛不欲生，我被彻底毁掉的青春与人生，甚至连同我死前那一刻的不甘和怨恨，居然全都是为这样一个荒诞的谎言在陪葬。到底是怎么样的？不如你跟我一起去问问小新好吗？整艘船的底舱和引擎室都被安装了定时触发装置，全员撤离。走。你上辈子的事情，你到底记起来多少了？我看了你的病情记录，你的前世记忆停在了季家入狱以后，再往后就没有了。为什么？跟着你去了。上辈子我溺死在冰冷海里，窒息的折磨，我曾以为那是最惨烈的结局。我一直以为我死后段燕会彻底恨我，唾弃我虚荣又虚伪的样子，把我从他人生里彻底抹去，继续走他光芒万丈的路。可我错了，我在海里绝望垂死的时候，高高在上的他根本没有好好活下去。他困在无尽的噩梦之中，被真相和自责日夜折磨，崩溃痛苦，不得解脱。我两世算计，满心自私，到头来终究没换来半分好结局。别说这个了，情书的人有备用方案，带了拆弹专家来，直升机救援也马上就到，我们都会没事的。这辈子是段燕每天骑着小电驴接我，是他在出租屋给我做饭，把炒好的菜端到我面前，是他所有的工资都给我，自己吃白粥配咸菜，是他把保时捷过户到我名下，是那个满天繁星的乡下坝子上，就那么安安静静的陪我坐着。我已经不是之前那个连自己都看不清的荣继桥了。我死死盯着段燕的背影，突然觉得自己千疮百孔的阴暗灵魂，仿佛在这一刻被这些细碎却滚烫的记忆一点一点的重新拼凑完整了。不管是姐姐，还是爷爷奶奶，亦或是段燕，原来无论前生还是今世，都有人在毫无保留的爱着我。我早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是我自己看不清自己的内心。
相信我，我们一定会没事的。我们都会活下去。快上去！你先上。我身上也有炸弹，你们先走吧。荣继桥，直升机救援，拆弹组坐标确认。你能听懂我说话吗？我需要看一下你身上的装置，你先别动。I need a bomb disposal expert. This device can be disassembled. Thank you all for your help. 直升机上有拆弹专家，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听到装置发出什么异常的声音？没有。此刻我的内心异常平静。从前别人评价我自私，我便妄自菲薄，让段燕和那些人先走，是眼前唯一正确的选择。不能为了自己活命，把所有人拖下水。我不能害了他们。Disarmable. Clear. 还有2分钟，所有人立刻撤离。